苏晨渊，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啥情况？我穿越了？兄台，冷静，我没有迫不及待，我甚至觉得还可以再等等。什么？苏晨渊，你……他这是搞什么鬼？不是他自己吃下不圆房就会暴毙的药，逼着我来圆房，现在这又是哪一出？兄台，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一切肯定都是误会。我先走吧，我们下次再聊。站住！怎么了？你不是中了药吗？啊？是我？我没事啊，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还是你中药了，需要我舍身取义的救你？但是看着你的样子不像啊，要不你先泡个冷水澡，物理降温，实在不行，我免费给你整个脉，给你开点药。干什么？这个男人是真的太好看了，让人莫名就有些紧张，而且他还担心自己露馅儿。钟子墨看了一会儿，并没有发现人皮面具并非是人假扮。那好，既然你没事，又说都是误会，便回你自己的院子。日后本王的院子若无本王传召，你不必来了。这女人今日到底是在玩什么花样？好的，那我先告退了。你的扇子落下了，王妃。你叫我啥？王妃？本王叫你王妃，有什么问题吗？苏晨渊内心那是十分的尴尬呀。如果是夫妻关系，那自己是很难摆脱掉这个人了。没什么问题。王爷想如何称呼就如何称呼，一切以王爷开心为主。这跟我开不开心又有何关系？哎，等等，这就是说自己这个身体是这位王爷的老婆，但是这小子说啥来着？他竟然对自己老婆说，以后我不叫你，你不准来我的房间。哼，狗渣男！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王妃，带路，回本王妃的院子。是。古代的王妃地位这么低下的吗？王妃，您今日太莽撞了，您可吓死奴婢了。啊？我今日做什么了？哎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在王爷的院子里头，我忽然听见脑海中一声咔嚓，接着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王妃，您要不要请个大夫瞧瞧？您这……不用了，你直接托我说说就是了。我今日到底做什么了？为什么会在渣男不是在王爷的院子里？还有，你叫什么名字？王妃，奴婢叫肩胛啊，这不是您为奴婢改的名字吗？想起来了。至于您为什么出现在王爷的院子，不是您自己吃了药跑到王爷的院子里，逼着王爷同您圆房吗？那药毒得很，一个时辰不圆房您就会死。奴婢怎么劝您就是不听。王爷一回来就听说您出事了，奴婢担心您真的没了命，就依照您的意思对王爷实情相告。接着王爷就脸色难看的进去了。啊，苏晨渊这么卑鄙？不，我的意思是，我这么卑鄙吗？是的，主子，您就是这么卑鄙。那你的意思是王爷娶了苏晨渊，娶了我，但是不同我圆房了，那这本来就是他的问题。我出一些奇招，那也是被渣男逼的呀。主子，您忘了王爷当初是为什么娶您的吗？还不是您在宫中赴宴，王爷在御花园醒酒，您趁着众人不注意，跑到王爷跟前，把您自己的外袍扯乱，偏要说是王爷轻薄了您。王爷不得已。他可是堂堂王爷，我这样陷害他，
他不仅没有让人杀了我，还娶了我。您那不是携恩相报吗？5年前您的父亲，那也就是咱们家将军，在战场上为了救王爷一母同胞的亲弟弟，王爷最疼爱的烈王殿下，而被敌军围杀了。您是将军独女，夫人又早逝，这些年来，王爷便常与您的爷爷闵国公长谈，提醒国公爷不准二房的那些人欺负您。所以您这几年在府上也是过得金尊玉贵，什么都没缺过。可您倾慕王爷，几次对他表明心迹都被王爷拒绝。您敢诬陷王爷，就是算的，王爷要是说您诬告，您就算不会丢掉性命，这辈子也没有清誉可言，怕是会自尽。王爷素来恩仇必报，将军对王爷有如此大恩，他势必不会看着您去死。最后您赌赢了，王爷只好将自己的披风盖在您身上，当众承认是他自己酒后失态，让陛下当场赐婚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我们王爷叫什么名字？誉王荣子墨。子墨，我欠你太多了，我一定要好好补偿你。那王妃，您是准备如何补偿殿下？可千万别又出什么损招。他今日就特别担心，他们主仆会不会被王爷下令卷铺给丢出王府的大门。这个时候，我能给他最大的补偿，就是不要轻易的出现在他面前。只要看不到我，他就不会觉得晦气，从而拥有美好的一天。虽然不知小主子的言论为什么像是变了一个人，但是不得不说，主子现在还挺有自知之明，知道对王爷来说，他若不在就是晴天。王妃您说的对，眼下王爷对您十分不待见，您就是再有什么主意也缓一缓再说，这段时日还是老老实实的吧。不过您今日跟王爷圆房了吗？您吃下药材一炷香的功夫，王爷就进去了，但他也才刚进去一会儿。应该没这么快吧？没圆房啊？等等，你刚刚说什么？我吃下药材一炷香的功夫，王爷就进去了？是啊，有什么问题吗？可你之前说我吃的药1个时辰不圆房，我才会死。对啊，怎么啦？你不是故意算着王爷将要回府的时间吃药的吗？从吃药到死亡，只有1炷香左右的功夫，根本不到1个时辰。那这个身体的原主人是怎么死的？唯一的可能就是原本的苏晨渊吃下的根本就不是那样的药，而是被人换了上好的毒药，让原主在1炷香之内就发作死亡，并且检验不出来有中毒的痕迹。这样的毒药他倒是还知道几种，但是每一种都十分珍贵。我吃的药是在何处买的？在京城的一家小药铺，叫济世医馆。您收买了药铺的掌柜，拿到了这个药，他也许诺您绝对不会将这一切说出去。这样啊，我在这个京城有什么仇家吗？就是恨到想让我死的那种仇家。主子，那仇家可太多了，你就算给奴婢1天1夜的功夫和100张纸，奴婢也列不完。我以前经常做一些人神共愤的事吗？那倒是没有。其实您心地一直挺好的，时常帮扶弱小。您这辈子也就在面对王爷的事情上十分不理智，只要同王爷相关，您就跟生出了魔障一般，冲动又决绝，做的事情都不似您自己。那大家为什么都恨我？因为誉王殿下是天下第一美男子，更是我们嘉圣皇朝的战神。不止如此，他还心地良善，性格温和，处事公正，很得百姓们喜欢，也是陛下最宠爱的三皇子，更是无数名门闺秀的梦中如意郎君。您嫁给了殿下，恨不得您去死的恶毒闺秀还挺多的。陛下刚赐婚时，京城有几个布庄的布料都卖光了，听说都是各家的大姑娘啊、小媳妇儿啊，为了买回去扎您的小人儿。当然了，只是听说，没有实证。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有人给我下毒，很可能是这些同样倾慕王爷的姑娘们干的？那也不一定啊，毕竟王爷的酒品
旁人不知晓，陛下和列王殿下能不知晓吗？当日在宫里的事儿，他们应当都看得出来，是您陷害殿下。陛下赐婚的时候脸色难看极了，似是恨不得将您生吞活剥了，还说让您大婚之后也不必去宫中对陛下敬儿惜茶了，他不想喝。至于列王殿下，更是看您不顺眼，见到您一回就阴阳怪气的嘲讽您一回。上次啊，他简直想掐死您。而且咱们家王爷，您明白的，他也不可能待见您呢。所以，您要是中毒了，到底是谁干的，还真的不好说。我吐了，仇人多就算了，居然连皇帝都讨厌我，还有可能是要我命的嫌疑人，这他妈怎么活？你说，要是我去王爷面前，深深的忏悔自己从前错误的行为，并保证自己一定痛改前非，他有多大的概率帮着保住我这条脆弱的小生命？你明日出府办2件事，第一，去之前我买药的药铺，看看那家药铺关门没有。是。那第2件事呢？我写个药方，你去抓一些药回来。可是王妃，咱们不是没钱了吗？怎么买药？你说啥？我一个堂堂王妃，将军的女儿，我没有钱，那你让我怎么混？您出嫁的时候，闽国公府没给您什么嫁妆，因为他们看得出来，王爷那些时日脸色不好，并不想娶您，所以陪嫁给您的都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当年您的生母留给您的嫁妆也被他们扣下了，而且您的嫁妆是您自己的，我们嘉圣皇朝最为人不齿的男人才会用自己夫人的嫁妆，那些嫁妆同王爷也没什么干系。王爷当时气您，自是没为您操心这事儿。闽国公府见着王爷没什么反应，便放心大胆的这么做了。而您最后的一点提己钱，在收买药铺掌柜的时候全都用了。钱的事情明天再想办法。他一辈子没做过任何坏事儿，甚至兢兢业业为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救了不少人。可为什么穿越之后拿的剧本这么烂呢？唯一值得欣慰的，竟然只有老公是个超级大帅哥。虽然他们并不一起睡，但是看着也养眼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殿下，您跟王妃是没发生什么啊？王妃未免也太过分了。您当初看在苏将军的面子上娶了她，已经是给足了她脸面，她今日还敢……本王对苏将军以仁至义尽。如果苏沉渊继续这样逼迫他，他觉得自己无法再退让了。只是想了想方才那个同往常并不一样的苏沉渊，他眸色悟得变得有些深，眼底掠过一缕深思。天色也不早了，那属下去吩咐让人给您备水沐浴。王妃，那个济世医馆真的关门了。这样啊？主子，是因为他们给您卖假药吗？他们也太可恶了，骗光了您的钱，却拿假药忽悠您。昨天主子没跟殿下圆房，却也没事儿，那不就是假药吗？不，是毒药啊！主子，那别着急，也别声张，杀我一次不死，就有可能杀我第2次，就看幕后的人有多想我死。若他们大胆一些，说不定这个济世医馆过几日就又开了，等着我再投罗网。王妃，放心，睡了一觉，我现在已经冷静多了，不会让人随便害我。荣子墨是不会帮他了，除了自己坚强一些，硬扛下去，还能怎么样呢？他不怂，从此以后，他将让所有害他的人叫爸爸。是。对了，咱们家王爷有钱吗？堪称富可敌国。那太好了，一会儿带我去王府账房。主子，您去账房做什么？借点钱。你放心，本王妃只是暂时支取，以后至少3倍奉还。王妃，没有王爷的命令，任何人都不能从王府支取银子，哪怕是一个铜板都不行。我真的……王妃，对不住，当真是……你知道昨天晚上在王爷的院子里，本王妃同王爷发生了什么吗？啊？这里
很有可能已经有了你们家小王爷。你怎么能对一个为你们家王爷生儿育女的女人如此吝啬？我只是借点钱罢了，又不是不还，你都不同意，你以后还想不想在王府混了啊？在胡扯什么呢？王爷昨天才对我说了，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生。王妃，此事当真？自是当真，不信你请人打听打听。本王妃昨夜是不是见过王爷的房间？至于收拾王爷房间的人没看见落红帕，那是本王妃不好意思，脸皮薄，把东西拿走了。等等，您能大大咧咧地说出落红帕，那不好意思脸皮薄这些描述跟您有什么关系吗？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王妃昨夜的确是进了王爷院子的。天道没，本王妃母凭子贵的日子就在眼前，你还敢如此怠慢本王妃？不过就是一点银子，如此小事，你还要本王妃去叨扰王爷，让王爷亲自来吩咐你不成？那王妃，您要多少银子？您是否愿意签个名字？若是回头王爷问起来，老奴也好有个交代。这当然没问题，若有人追究，一切后果你推在本王妃身上便是。至于银子嘛，500两便可。那王妃您稍待，老奴这就把银子支给您。今天又是觉得自己可能会被赶出王府的一天呢。为什么主子演技这么好，他都差点相信主子的肚子里有个小王爷了？你近日里是否常常觉得后脑勺麻痹，脑袋和脖子交接处按压下去有些疼痛？王妃，您怎么知晓？这就别问了，你这几日先换个矮一点的枕头，平日里多抬头看看天，坐的时候姿态要端正，等过几日舒服些了，我再给你一些更好的建议。师傅，您说王妃的这个法子对您这个老毛病有效吗？从前从未听说过王妃会医术，她兴许就是随口一提，能有什么效果？左右我不过是个仆人，她就是说错了，害得我脖子更难受了，我也拿她无法不是。这您说的也对，那您要不要瞧瞧大夫？瞧大夫有什么用？瞧了多少回了，吃了多少药，没一点好转。殿下，属下方才在后院瞧见王妃找账房先生借钱，还暗指昨日你们圆房了，说她为您生儿育女，肚子里可能已经怀上了小王爷。王爷，王妃也太荒谬了，说你们圆房了，找账房先生要了500两不算，而且仆人们都知晓，您昨日和王妃一起进房，也就一小会儿。众人虽然嘴上不说，但是想必心里都在怀疑本王肾不好。王爷，您已经对他多番忍让，他还做出如此行为，诋毁您的名誉，属下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如您就将他休了，送回民国公府算了。南城，殿下，属下失言，属下只是气不过罢了。让王妃过来。是。王爷肯定是要把那个满嘴胡言、心思卑鄙的女人赶出王府了。等苏沉渊滚蛋了，我就买几个烟花爆竹，叫上兄弟们一起好好庆祝一番，送瘟神。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王妃，王爷让您过去一趟。这位壮士气大伤身，对你的脾很是不利，你年纪轻轻要保重身体才是。不劳王妃您费心了。现在你年轻，不以为意，以后你就知道后悔了。王妃，你今日的下场都是你自找的，你咒属下也没用。我没有咒你，我真的是在关心你。虽然我能感受到你对我的厌恶，但我还是如同你家长辈一样给予你关怀。你感受到我的以德报怨和良苦用心了吗？你可滚犊子吧！王爷，不知王爷叫妾身前来，所谓何事？王妃，你学的规矩都忘了，连见礼也左右不分。这男人真是龟毛啊！主要是妾身往日里并不时常见到王爷，这时间长了就忘了怎么行礼，难免生疏了。你这意思是怪本王了？嗨，这也不能怪你，主要还是怪我从前的所作所为太拉胯了。谁瞅着我这种人还想经常见面啊？我十分理解王爷，十分理解。殿下放心，妾身接下来
一定会管好自己的手。王妃应当明白，本王为何找你。大抵知晓，是因为妾身在账房取了500两银子的是吧？王爷您放心，妾身以自己人格担保，等妾身暴富走向人生巅峰了，第一件事情就是还钱。再说了，王爷又并非小气的人，妾身料想王爷是不会在意这500两银子的啊。本王的确不在乎这500两，但王妃，你可知，因为你的胡言乱语，现在王府众人怀疑本王肾不好。哎，肾不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这就为王爷开一个补肾良方，保证王爷不日就会痊愈。苏晨渊，你是不是想死啊？啊，殿下别生气啊，妾身就是开了一个玩笑，表现一下自己的活泼可爱。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太爱表现自己了，我以后一定注意。殿下一看就龙马精神，岂会是肾不好的人呢？这事儿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是的。为什么别人不知道，王妃却一定知道？殿下，其实仆人们怀疑一下也没什么。您的身体怎么样，明眼人都清楚，何必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呢？您说是不是？这做人呢，就是要大气洒脱，不拘小节，这样才会快乐。王爷，要不妾身现在就出去，把所有仆人都叫过来，同大家解释解释，说您的肾其实挺好的。如果您担心有人没有通知到，妾身就将此事写成传单发给众人，确保人人都有，以此为殿下您辟谣，您说怎么样？王妃，你听说过一句话吗？请王爷赐教。此地无银300两。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那妾身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要不妾身为您纳几房小妾，让您证明一下自己。啊，对了，想必王爷是对妾身天居王妃之位不满，那咱们和离，王爷再举一名王妃证明您自己也行。但是那500两银子借了就借了，我都已经让监家出去花掉了，一时半会儿确实不能还给王爷，还请王爷耐心等待一段时间。虽然妾身十分爱慕王爷，但王爷对妾身的不喜，妾身也看出来了。是过，妾身才说出这话，决定不再碍王爷的眼了。其实妾身的心中是万万舍不得王爷的。王妃，神态没什么问题，语气拿捏得十分精准，眼泪也落得恰到好处。若是在哭泣之时未曾用指缝偷看本王的表情，且在眸光中露出一丝狡黠，本王或许会相信你方才的哭泣是真心实意。你眼神那么好干嘛？我好好一个现代人穿越到古代来，跟你一口一个妾身，我容易吗？我人生第一回演哭戏，就已经能真情实感的流下泪来，不需要掐自己，也不需要滴眼药水，放在哪个导演跟前会不夸我一句有天分？你这就要戳破我？男人这么聪明是会没媳妇的。殿下，妾身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妾身偷看您的表情，当然是因为在乎您，想知道您是否会为妾身的哭泣动容。至于您说的狡黠，可能是因为妾身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灵动的女子，狡黠乃是妾身眼中的常驻居民。到底苏婵渊是因为什么原因变得如此细多，还如此伶牙俐齿？至于他口中的在乎他，分明应该是在暗骂我。王妃，既然你要借本王的银子，你可否告知本王，你要500两做什么？妾身这是为了制药，妾身最近看了不少医书，对行医还挺感兴趣的。王妃，本王希望你记住2件事。王爷请说。第一，今日起，账房的银子你想要可以随便取，本王会让人吩咐下去。至于你拿钱是制药还是买首饰，本王都不会过问。但你不得再如这次一般，让本王听到有关于本王任何不利的流言蜚语。可以啊，不过王爷，你说真的这么大方？那王爷，第二呢？第二，本王是不是要纳妾，是不是要与你和离，本王说了算，不劳王妃你费心。好的。
说到底，估计还是大男子主义在作祟。翻译过来就是：咱们要不要离婚，你说了不算，本王说了才算。不过为什么还要防备我给他纳妾呢？难道他其实是短袖？本王要什么女人，本王自己会选。王妃能听懂吗？懂了，妾身懂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殿下，您对王妃如此宽容，王妃却说让您以后生病中毒了去找她，让她这个随便看了几本医书就要拿500两银子买药材，乱制药的人给您开药，他这不是恩断义绝吗？让你多读书，这是恩将仇报。对，恩将仇报。殿下，王妃去账房骗钱，您还原谅她，甚至还说出咱们府上的银子她可以随便用，这万一她出去买一条街，她只取了500两买药材，而不是要10000两黄金，并多次强调是借，这证明她并不是想占本王便宜的人。即使如此，断也不会胡乱挥霍。再说了，无论如何，她是本王的王妃，本王即便再不愿意娶她，可她在外头的言行举止都关乎本王的脸面。她买一条街怎么了？本王买不起吗？可买得起，但这不是重点呀，重点是是啥呢？王爷，属下觉得您对王妃有些不一样了。你们没觉得王妃有什么不一样？如此说来，属下也是感觉王妃怪怪的，人似乎还是那个人，但是哪里都不对劲。今日甚至还跟您说什么和离，要给您纳妾，属下当时都惊呆了。是，属下也很奇怪。不过王妃素来诡计多端，说不定这只是她欲擒故纵的把戏。是吗？王爷，属下还以为您叫属下把王妃叫来是要休妻呢。休妻？在弄清楚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之前，本王不会让她离开本王的视线。不是，我们听着这话怎么像是一种带着占有欲和关注欲的抛白呢？殿下，王妃之前买药的那家药铺已经查到了，不过药铺已经关门，但是属下的人发现那个药铺的掌柜还并没有离开京城，在南街的一家客栈悄悄住着，鬼鬼祟祟的，似乎生怕被人发现。是吗？属下是否直接将之捉拿？不过还有一件事，今日一早，属下查到了那间药铺的时候，看到了监家了。他见着药铺关门了，还找药铺隔壁的邻居问了问老板去做什么了，得知老板收拾包袱离开了，他还气得在药铺的门前唾了一口。殿下，想必是那个掌柜的卖假药给王妃，王妃昨夜也没成事，心里气不过，这就让监家去找麻烦了。说不定今日王妃拿那500两银子也是为了去买那种药，回来再算计您一回呢。殿下，南城虽然一直没有什么脑子，但这次属下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畜生，你能把但是前面那些虽然都去了吗？先盯着那掌柜，什么都不必做，本王要看看王妃会做些什么。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我家主子给你的药，你没卖给苏沉渊？卖了呀。苏沉渊当时拿着药就欢喜又忐忑地走了，那毒药一瓶价值1000金，能让人死得无声无息，查不出半点中毒痕迹。这等灌注了药物，我敢昧下来吗？哼，那你倒是说说看，苏沉渊既然拿了药走了，今日誉王府为什么没有传出他的死讯？这小人哪里知道？也许是他自己胆子小，事到临头怕了，不敢涉及誉王殿下，所以买药回去了之后还是没敢用。再不然呢，是他自己不小心把药弄丢了，这也说不准呢。主子的意思是让你把铺子重新开张，直到听到苏沉渊的死讯。这很危险呀，万一他真的死了，又有人查到苏沉渊来过我的药铺，怀疑到我身上怎么办？谋害王妃可是要诛灭9族的罪。哼，你已经上了这条船了，还以为你能下去吗？苏沉渊眼下相信你，如果是药出了什么问题，他一定会再来找你。这瓶药你收好，这是第2瓶毒药，我家主子为了买这些药可花了不少银子，若是再出了纰漏，你这条命就别要了。可……少废话，
让你去做你就做，你搞清楚，若是我家主子不发话，你不可能活着离开京城。我知道了，若是3日之后还没有苏晨渊的死讯，我便将铺子重新开张。你识相就好。这就是说，其实这伙人的目的并不是设计王爷，而是谋害王妃。殿下，张毅昨夜出门见了一个女人，瞧着是个侍婢，属下怕是跟丢了张毅，便只好遣手下盯着那名侍婢。后头那名侍婢进了平康侯府。平康侯府吗？只是照这么说，苏晨渊应该是服下了剧毒。那个女人为何不仅没事，还像是换了一个人？殿下，平康侯是二皇子的爪牙，会不会是二皇子想着王妃要是死在王府，苏将军从前那些部下定会对殿下您不满，从而使得军方与殿下离心，于是吩咐平康侯做了此事。王妃嫁给您的手段，虽然不少人都猜得出来，苏将军从前麾下的将军也对他十分不耻，你就是休了他，军方的人想必也不会多说，但您若是杀了他，那就是做得过了。属下觉得这定然就是二皇子挑拨离间之计。什么呀？军方真正崇拜的人是作为战神的殿下，又不是苏将军。虽然他们重义气，但是他们也知晓何为忠诚。王妃就是真的死了，他们心中最多也就是有些不满，定然也不会怀疑是殿下做的。殿下是什么人，大家不清楚吗？这事儿可能会给殿下带来一点麻烦，可要说能动摇殿下在军方的地位，绝不可能。若二皇子真的认为这样做就能让军方众人与殿下为敌，那么只能说二皇子轻看了将军们的头脑，也轻看了他们对殿下的信任。你说的也是，将军们应该不会如此糊涂，而且他们素来是很信任殿下的。殿下，那名与张毅暗中会面的女子可有武功？就是有，想必也是花拳绣腿，因为从那女子的步伐和吐息来看，属下能断定她并无内力，而且属下的人跟踪她，她也并未察觉半点异常，足够佐证属下的论断。只是平康侯府护卫不少，属下手下的兄弟们并无把握不被侯府的高手发现，见着对方进了侯府，便没有再往府内追踪。此事与平康侯无关。啊，殿下，这人可是去了平康侯府啊！平康侯为人向来谨慎，若此事是他主导，他断然不会派遣一个全无内力的人出来办事，如此风险太大，故此事不仅不是平康侯所为，他应当还完全不知。哦，这倒也是，那就是平康侯府内的其他人了，那会是谁呢？这便只有张毅知晓了。殿下，那属下继续去盯着张毅。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王妃，不好了，怎么了？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难道是我一直不用晚膳，拖得太晚，厨房的人不想伺候我了，把我的晚膳取消了？主子，您怎么还想着吃饭呢？四公子都快没了，宁国公府遣人递了消息过来，说是让您去见最后一面。四公子是谁？主子，时间紧急，要不我们先上马车，在路上奴婢再与您详说。人要是快没了，自己赶紧去，说不定还能救回来。行。主子，要去告知王爷此事吗？到底是您娘家的人，王爷作为姑爷，也何该去一下。不用讲了，别耽误了，赶紧走吧。好吧。主子，四公子叫苏月。你说叫啥？这他妈不是我的名字。就是苏月啊，喜悦的悦。他是三房的独子，因这三老爷年轻的时候受过伤，大夫说他很难有孩子。可与三夫人成婚数年后，却忽然得了这么一个儿子，三老爷高兴坏了，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以表三房的欢喜。国公爷一直嫌弃这个名字，认为过于女气，但是瞧着三老爷坚持，又实在是高兴，就没有多说。之前你不是说闽国公府的人对我不怎么样？是，三老爷一直不喜欢我们大房，而咱们家将军去世之后，二房更是一直刁难您，扣下您的嫁妆也是二夫人的意思。国公爷素来喜欢重男轻女，心里只有传宗接代的儿子。将军对夫人一往情深，夫人早逝后，将军不肯续弦，便只有您这么一个独女。国公爷一直怪您不是儿子，以致大房断了香火，所以对您不甚待见。可四公子
是府上唯一待您好的人。只是因为他小时候您给他买了一个风筝，他就一直记得您的好。但凡是有什么好的东西，都会拿出来分享给您。就算三老爷不喜，他也坚持。您出嫁的时候，也是他去二房据理力争，说二夫人不应该扣下您的嫁妆，还为此找国公爷为您说话。可惜反被国公爷斥责他不敬长辈，打了几板子。四公子与您也算是同病相怜。殿下，闽国公府的四公子出事了，王妃已经带着监家出府了，您方才在沐浴，属下便没去打扰您。王妃走之前没来找本王？没有，听说她急急忙忙的，恨不能飞身去民国公府。总觉得主子这一声轻笑带着一点不满啊。殿下，终归您跟王妃的婚事也不是您情愿的，他府上的人出了什么事同咱们也没关系，王妃都不来叫您，属下看您就不必管了，您说呢？更衣，备车。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都怪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往屋顶上爬，才害了你四哥哥。我今日要打死你才好。我到底为什么偏偏就生了你？亏得我跟你爹爹还高兴自己老来得女，你却是这样一个扫把星。今日要是不打杀了你，以后还不知道要克家里多少人。够了，再打就真的打死了。哦，这不是咱们家费尽了心思，好不容易才爬上枝头的玉王妃吗？你怎么不在门口等着我们何府上下出去跪着迎接你呢？就这般自己跑进来了，对得起你用阴谋诡计换来的王妃身份吗？二婶，你要跪着迎接我，现在也来得及。我不是很在意你是跪在门外还是跪在此处。那就请王妃先等一等，我先清理了门户，再对王妃您见礼。王妃，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大人做的事情为何要孩子来承担？你在说什么？我在说什么，二婶心里清楚。我劝二婶还是冷静一点，免得越挫越远，不可挽回。夫人，别慌，就算他怀疑又如何？他没证据，你莫要在这么多人跟前乱了章法。而且你忘了，罢了，不打就不打。本国公当真是子嗣元宝吗？当初1年里头没了2个嫡子，如今唯一的一个嫡出的孙子，眼下也要没了。国公爷，您莫要这样想。爷爷，真的不是九妹妹的错。九妹妹还小，她什么也不懂。你让二婶别打她了。我都说了几遍了，若不是因为她，你绝不会变成眼下这样。她死100次也比不上你这条命，你还一遍一遍的替她求情。你不是要留着力气见你大姐姐吗？你还想不想见她了？爷爷，我回来了。你做什么？你四弟弟已经这样了，你还要害他不成？爷爷，你也说了，四弟弟都已经这样了，我还能怎么害他？那你这药丸是续命的东西，御医既然没有办法，爷爷不妨让我试试。哼，王妃，纵然您贵为玉王妃，可医术这东西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自己闻闻看，就算你辨认不出成分，不知晓是不是能续命，但是你至少应该清楚，这不是害人的东西，对身体有益无害。王妃，王妃，你的药可是把御医都给吓坏了。亏得月儿把你这个堂姐当做亲姐姐一般，你竟然要毒害她！不可能，大姐姐不会害我的。大姐姐，九妹妹她好，我把她救下来，你且放心，不要多思。好，爷爷，我知道你很生九妹妹的气，但眼下让四弟弟安心治伤要紧，您说呢？王御医，眼下吃了这续命药，您可有法子救人啊？你的内府出血很严重，我要用针灸帮你止血，同时还要帮你把淤血放出来，过程会有些痛苦，你要撑住，你信不信我？我信。只要自己的病人信任他就行，至于其他人无所谓。
要是真的要上来强行拦着自己救人，他干脆就把昨晚研制的另一种毒粉撒在屋子里头，让他们全部晕倒。谁也别想阻挠他从死神手中把素月这条命抢回来。反正把众人毒晕再就醒也不算是什么罪名，甚至凭借他不会被人猜测出毒性的药粉，他只要把药粉都用完，还能辩称自己啥也没干，只是撒了一把灰吓人，大家就都睡着了。胡闹！御医都说没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你四弟弟好不容易又有了一些时间，你让他同我好好说说话。爷爷，我为四弟弟吃这些药是为了救他，不是为了让他说几句话的。父亲，您千万不能由着王妃胡来呀！老三家的儿子都已经成了这样了，您还要让他在临死之前吃苦，被我们这位王妃瞎折腾吗？都是你养的好女儿，害了我的孙子，你现在还有脸说话？你给我滚出去！是。爷爷，时间来不及了，你让我试试，哪怕只是死马当做活马医。再不同意，我可要让你们晕倒了。不行，这让他试试。玉王殿下，您进来怎么不遣人通报一下，下官也好出去迎接。府上出了事，这些所礼便免了吧。多谢殿下体恤。把您的银针借我一用。给他。是。殿下，既然御医没有把握，王妃又说自己有把握。王妃是国公的亲孙女，国公何尝不给她一个机会？她到底也是苏将军的女儿。然而他这一针扎下，苏月当时脸色巨变呢，只觉一阵剧痛袭来，猛地呛咳了一声，并大口大口地呕出了淤血。这吐血的架势把闵国公吓了一跳，御医也惊呆了。王妃，这……闭嘴！我治病的时候不要打扰我。有劳房间众人暂且安静等待，便当是给本王一个面子。原来还可以用这种办法，可我自己为什么没想到？已经没有性命之忧了，但是半个月之内不可以随便起身走动。若是要如厕，也一定要仆人搀扶着，动作一定要小，切勿再次伤到内府。陈元，不，王妃，你说的都是真的，你四弟弟没事了。爷爷不相信，就让御医瞧瞧，我哪里敢让四弟弟在我手里出事？否则我100条命都不够赔。王妃言重了，你如今贵为天家儿媳，你的性命自是比这何府上下都重得多。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四公子的脉搏已经平稳下来，不似先前那般凶险了。相信若是依照着王妃所言，好好养着，不日就会彻底痊愈。什么？这果真没事了？这怎么可能呢？陈渊什么时候学过医术了？自己浑然不知。会医术就算了，竟然还比御医还厉害。四弟弟的身体不用吃太多药，我一会儿便只开一个药方，少抓几味药吃着就是了。但他今日流了不少血，肯定是要补的。四弟弟也没有什么补品不能用，因着平日里身体康健，没有虚不受补的顾虑，所以这补血的东西御医就能开出单子来，我就不操心了。王妃，要不下官这就写出一个补气血的食谱，您瞧瞧是不是能用？是不是有什么纰漏？那国公爷，下官就先告辞了。多谢王御医，本国公送您出去。多谢什么？四公子的伤势，下官是半点忙都没帮上，这都是王妃之功。国公爷的孙子辈，有王妃这样的国手，何须请下官来献丑？不过下官今日也是没白来，能见着王妃这样的救人手法，真是死而无憾。本国公也不知道啊，自己的孙女什么时候悄悄成为国手了，惊艳所有人的，这才把你给请来呀。爷爷，外人都走了，不妨处理一下家事。什么家事啊？爷爷就没有想过屋顶上为什么会有蜈蚣？九妹妹才那么小，想必走路都有些东倒西歪，她又是如何爬到屋顶上的？我以为制止蜈蚣有罪的是大人。你想说是谁下的手？这个就要爷爷自己查了，好好养伤。若是后头再有什么不舒服的，派人到裕王府跟我说。好，大姐姐，是真的有人害我吗？四弟弟，你要记住姐姐一句话，不管是在府上还是走出了这国公府，你大可以善良的保护所有人，
但前提是你要小心谨慎，先保护好自己。你得明白，你心善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心善，善良的人要更有自保能力，才有机会保护更多的人。大姐姐，我知道了。王妃搁这鼓励别人善良，怎么当初就不对我们家王爷善良一点呢？而且是用一些龌龊手段加入了王府。他真是劝人一套一套，到了他自己身上，就让人只想用绳子把他的脖子套一套。殿下怎么来了？王妃的娘家人出事，本王岂能不来？否则外人不是评价本王无情无义。哦，这样啊。王爷，其实妾身觉得人活在世上，自己开心最重要。只要心中坦荡，不曾作奸犯科，根本没必要在乎外人怎么评价自己。王爷不妨放下自己的包袱，好好做自己，不必因着旁人的眼光勉强自己前来。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下官要处理一些家务事，让殿下见笑了。殿下请上座。国公不必如此客气，自如些就是了。毕竟御医离开时，王妃也说了，外人都走了，眼下这府上都是家里人。苏晨渊一噎，当即就扭头看了一眼这个男人。是他的错觉吗？他怎么就觉得这话听着这么暧昧呢？好像他跟这个男人的婚姻关系已经被锁死了一样，这让他觉得浑身都不好呢。誉王殿下说完，意料之中的看见了苏晨渊眼中的震惊，还有嫌弃。很好，是嫌弃，没有半点见着自己承认这段婚姻关系的惊喜。哼，真是好得很呐。当初到底是谁非要嫁给他的？王妃，你就在爷爷身边坐着。哦，你们且说说看，今日之事到底是意外，还是本国公对浩儿过于看重，反滋长了你们二房的野心？父亲，儿子冤枉，儿子什么都没做过。父亲，儿媳也是冤枉的，都是那贱婢无能，没照顾好九丫头。九丫头是儿媳的亲骨肉啊，儿媳身为人母，还能用自己的孩子去害月儿不成？您到底为何会这么想啊？是不是有心人在您跟前撺掇了什么？王妃，难道是你？二婶知道你不喜欢二婶，也知道你对二婶有些误会和偏见，但是你也不能这样害二婶呐！你这是要逼死二婶不成？哈神，你误会了，本王妃从未对爷爷说过凶手就是你这样的话。方才王妃都在外头对我说，对我说什么？说是二婶你做的了？这还真没有，对方只是暗示说是大人做的，还说让我想清楚。王妃的确并未说出自己怀疑谁，你当着誉王殿下的面这样揣测王妃，成何体统？是我的不是，是我小人之心，还请王妃见谅。没关系，我愿意原谅二婶的小人言辞。毕竟谁都知道，本王妃一向贤良淑德，对长辈的恶意也素来充满了包容。二婶你怎么不出声？现在你可以拜谢本王妃的宽厚了。多谢王妃大人大量，臣妇很是感激。切回正题吧，二婶切莫再随便攀咬了。我是狗吗？我随便攀咬？你怎么形容呢？你怎么说话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那个伺候九丫头的贱婢的，把她给本国公找来。那个贱婢，儿媳方才已经下令将她狠狠打了20棍子。陈婆子，去把那个贱婢押上来。不好了，国公爷夫人，那贱婢受刑之后就投井了，下头的人没来报，奴婢也是方才知晓此事。还活着吗？已经死了。苏晨渊立刻起身，大步走到了尸体的跟前，攥住了那婢女的手腕，给对方诊脉。看脉搏，人已经死了半个时辰，而他入府救人到现在还不足半个时辰，所以在自己进入闽国公府之前，这势必就已经遭了毒手。但凡对方身上还有一丝余温，或是还有一口气，苏晨渊都能从阎王的手下把人给救回来。但此人已经死透了，尸体都硬化了。这可怎么办呢？
这贱婢就这么死了，说不定还有人怀疑一切都是我们二房做的，是我为了掩盖自己的恶行杀了这贱婢，让这贱婢无法指控我。夫人，这是在伺候九小姐的丫头房中发现的册子，上头写了一些东西，想必这就是她害九小姐的原因。给我瞧瞧是什么？那还是先给父亲看吧。若是我先看，怕又是要被有心人怀疑我从中动手脚。真是荒唐！这个贱婢竟为了一己之私，如此被诛。父亲，这都怪我。这贱婢1个月之前的确是求儿媳借给他一些银子，给他母亲看病。但是儿媳想着，这何府上下这么多奴才，若是人人家中出事都要儿媳借钱，那得成了什么样子？旁人知晓了，也只会说儿媳不会管家，儿媳便拒绝了他。没想到他竟是因此便怀恨在心，要谋害儿媳的幼女。我可怜的九丫头，这么小就被人放在屋顶上，这都是我这个做娘的害了她呀！如此贱婢，真是该死！将她的尸体拖下去，丢去乱葬岗喂狗。对了，此事要不等九妹妹好些了，再问问九妹妹，或许她知道些什么呢？王妃，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明知道你九妹妹学不会说话，你眼下却这样提，这不是诛我的心吗？还是你偏要这么说，是因为你有什么其他怀疑的人？你不妨直接说出来。学不会。王妃，九姑娘的确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教都不会说话，连爹娘都不会叫，只是会哭会闹。找大夫来瞧过了，说是笨了些，所以学不会。二婶误会了，本王妃只是希望事情更明确一些罢了，并没有其他怀疑的人。至于诛二婶的心，那更是无稽之谈。本王妃相信我们苏家的孩子没有蠢笨的，九妹妹学会说话是早晚的事。二房这回能用这种毒计，要说毒哑了孩子也不是不可能，能让孩子只是不会说话，又不被御医诊断出来，这样的毒在现代都很少见。在提纯方式相对落后的古代，那更是稀有。难不成用的是……他脑海中已经有了2种毒药的名字。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罢了，事情就到此为止。约氏，你以后掌家的时候小心这些，莫要再惹出这些事了。庶出就是庶出，娶的夫人也是不成器的，这才掌家了几年，就闹出这些幺蛾子。从前大房和三房掌家的时候就没出过这种事。哼，看来自己这个爷爷不仅重男轻女，还很在乎嫡庶之别，并且对他瞧不上的都是但凡有什么不高兴了，说喷就喷，一点脸面都不留。难怪即便爷爷看中二房嫡子，二房还是不放心，一定要除了四弟弟才行。父亲您放心，儿媳日后一定警觉些，再不会犯下如此大错了。父亲，儿子一直忙于公务，实在是没在意宅院之事。儿子以后定也注意些，不会再叫父亲失望。行了，都滚起来吧！啊，叫殿下看笑话了。国公言重了，这一回多亏有你啊。都是自家人，爷爷就不必客气了。闵国公，既然事情已经处理完了，那本王同王妃就先回去了。王爷同大姐姐却是间谍情深，叫人好生羡慕。是三姑娘苏雪堂，还真是蓝颜祸水，老公长得太招摇，太容易给人惹麻烦了。唉，毕竟是夫妻，三妹妹秀外慧中，想必也会觅得如意郎君，倒也不必新鲜。王爷知晓四弟弟出事，便也来了闵国公府，眼下又将同大姐姐一同回去，怕也是担心大姐姐的安全。可大姐姐又是如何对待王爷的呢？从前在府上，大姐姐就与四弟弟十分亲厚。大姐姐如今出嫁了，听说四弟弟出了事，更是不顾规矩，率先独自带侍婢心宴而来。
四弟弟危急之时，满心都想见大姐姐。这若是不知道的，还以为大姐姐跟四弟弟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混账！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你给我跪下！大姐姐你……别叫我大姐姐，我可没你这样的好妹妹。四弟弟性命垂危，你做姐姐的不担心他，满脑子却在想这些不着调的东西。本王妃急忙赶回府上，在你眼里就是关系不正常。那你的意思是，为了表示你同四弟弟关系是正常的，若今日已经出嫁的是你，你打算慢悠悠、闲庭阔步的回家，甚至不回来看我不成？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妹妹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四弟弟危急之时，是只记得我吗？本王妃进了屋子的时候，她嘴里还在给九妹妹求情，她分明就是尊敬姐姐，照顾妹妹。本王妃亦不过是照顾尊敬自己弟弟，此生落到你的眼里就如此肮脏。合着以后你若是有个什么不舒服的，家里这些兄弟也都不必管你的死活了，大家只管出去饮酒作乐就是。毕竟众人平日里与你就很是相熟，你病了众人还来关心你，这还了得？不知道又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话呢？还不跪下给王妃认错？还是你想我下令打杀了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不成？姐姐，是我说错话，可就算是我说错了什么，你也不该这样动手呀！坏头的人知晓了，还以为你出手狠毒呢。常言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打不知义。本王妃若是不好好打你一顿，你永远也不知晓自己错在哪里。严师才能出高徒，本王妃相信有了我不辞辛劳的教导，你以后能更好地管住你那张嘴。常言是这样道吗？不是人不学不知义，怎么就是人不打不知义了？还有，你把人打了一顿，这叫不辞辛劳？至于你说的旁人会因此说本王妃狠毒，哼，为了把你教育好，为了不让人说二婶对你疏于管教，为了不让外人以为我们闽国公府的二房没有家教，本王妃只好为你承担这些曲解和污名。合着这意思就是，你把我狠狠地抽了一顿耳光，全部都是为了我和二房好，你甚至还为我的成长做出了重大牺牲。我好想骂人。本国公真是造孽，才有了你们这样的儿子和儿媳。管家管不好也就罢了，就连自己的女儿都教养不好。苏学堂这张胡言乱语的嘴，还真的就不如他的九妹妹。她就是个哑巴，也比如今说出这些疯话强得多。爷爷，有这么夸张吗？都是儿子不是，对子女管教不严。是儿媳的错，儿媳回去之后一定好好教她，教她知晓礼义，不再胡言乱语，这么好看，叫人贻笑大点个方。订阅吧。本国公记得，你房中的贵妾倒还是有几个伶俐的。你这个夫人若实在长不好家，教不好孩子，以后这个家你选一个贵妾来长也行。虽然贵妾长家说出去不体面不合规矩，但总比好好一个家被人祸害成这样强。父亲，儿媳知道自己错了，您再给儿媳一次机会吧。父亲，儿媳保证不会再发生这等事了。等回去之后，儿媳一定叫雪堂知道厉害。我跪在边上都倒霉，我好知道什么厉害。苏成元都把我给打成这样了，我受的责罚不是已经足够了吗？我太难了，到底苏雪堂为什么是我的女儿，跟我寻这等晦气？好了，别骂了，我真的快受不住了。爷爷，不要叫我！你若是不服管教，那不如趁早收拾了东西，寻个尼姑庵出家，不要在家里浪费粮食，还胡言乱语，试图害了所有人。比起去出家，那我还是去祠堂跪着吧。只是，殿下，你叫殿下做什么？先前你说羡慕殿下跟本王妃间谍情深，本王妃只当你是不懂事，就没教训你，反说两句客套话，夸慰你两句。眼下本王妃倒是想问你，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你羡慕人家夫妻关系做什么？你是思春了不成？你还要脸不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有多恨家呢。还不滚去祠堂！本国公看见你就厌烦。且慢，殿下终于看不下去了，决定体恤我的柔弱，帮我一把吗？这人该不会真的帮苏雪堂说话吧？他贵为王爷，要是他开了这个口，苏雪堂可能就真的不用受罚了。只是贵罚2日，
此女构陷王妃，败坏皇室名声，就是送去死牢都不为过。国公觉得不打20棍子说得过去吗？咦，思墨，你真上当！哎呀，别说原主喜欢你了，我都开始呸，我对你没啥兴趣，我的心里只有医学事业。啥？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殿下说的是，来人，把他带下去，打20棍再说。爷爷，饶了我吧！殿下，您饶了我吧！我真的知道错了，殿下。王妃，随本王回府。哦，是父亲，殿下都走了，要不您让仆人们别打了吧？血涛哪里经得住20棍呢？这不是要他的命吗？你脑子是昏聩了吗？誉王殿下要打20棍，谁敢阴奉阳违？你看见他平日里笑容温和，便以为他没脾气不成？一个进入军营短短2个月，便能让3军都顺服的男人，是你我可以随便糊弄的吗？你莫不是要本国公为了一个苏雪堂连累全家？父亲说的对，输打他20棍就是20棍，少打1棍子我都没有安全感，唯恐被殿下察觉端倪。你害怕就害怕，也不必说的这样严重吧？为什么我的夫君看起来如此窝囊？唉，我的心真的是好累。玉儿的事也是因你们二房起的，你要好好照顾玉儿。御医开的那些补品，你尽数去给我买最好的，早点把我的嫡孙身体养好。是，父亲。自己从九丫头出生之后就开始谋划了，可所有的筹谋竟是一招都被苏晨渊给毁了。这个贱人一来了，为了一颗药把自己赶出去没多久，苏月竟然就被治好了，真是气死他了。从前倒是我不知晓，陈渊是这样机灵的孩子。今日雪堂说了那些屁话，他应对得很好。若是雪堂有他一半的头脑，今日本国公也不会被吓成这般。终究是因着我大儿媳妇聪慧，生的女儿才有头脑。拉踩完了我女儿，又开始拉踩我。我知道我在你的心里远远比不上你那个短命的大儿媳了，我真的知道了，你可以不用再反复说给我听了。国公爷，今日王妃确实让老奴刮目相看了。唉，可惜是个女娃，不然就她这般的处事魄力和能力，这个闽国公府她还有什么担不起的？唉，真是太可惜了。这个老不死的！父亲，儿媳送您回院子。好了，本国公再去瞧瞧月儿，你们自便就是。母亲，母亲，上药了没有？上过了，说是不上药，女儿这条命怕是要折了。那就好，一定要上药，尤其是上好的祛疤药，这般身体上才不会留下疤痕，不会耽误你嫁入高门。母亲，您到底是关心女儿，还是关心女儿能不能嫁入高门？点个订阅吧。这个卑鄙无耻的女人，又开始试图玷污我们家陛下了。果然，这女人就根本装不了一天。王妃，你怎么了？好像是饿了。饿了？饿了就站都站不稳了？骗鬼呢！这个女人可真是能演，真是戏多。府上的人没有给你用膳？这倒是没有，同他们没有关系。今天下午忙着制药，还没来及吃。不过都已经这个时辰了，厨房是不是已经没吃的了？自然有吃的。本王虽然有夜食的习惯，王妃不如义气。殿下，您在瞎说什么呀？您用厌食的习惯是什么时候有的？属下跟了您这么多年，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好，那妾身就多谢王爷了。苏晨渊落座了之后，饿得已经顾不上古代的规矩，却让荣子墨先用了，因为他怀疑自己再饿一会儿都会直接晕过去，失去自主进食的能力。于是拿着筷子就开始大快朵颐。他吃东西的速度非常快，就如同风卷残云，毫无优雅气度可言。等肚子填饱了之后，苏晨渊宛如二大爷一样靠在椅子上，摸着吃的圆滚滚的小肚子，眯着眼睛满足地打了一个饱嗝。抬眼对上荣子墨和南城有些古怪的眼神，他嘴角一抽，想起来从前的苏晨渊应当是不会这样吃饭的，
也不会这样坐着摸肚子打嗝。殿下，妾身只有在非常饿的时候才会如此，妾身平常不这样。主子，您现在想挽回您在殿下心中的形象，也来不及了呀。殿下，你也用膳吧，这妾身一个人吃了一大半这真是不好意思，让殿下见笑了。王妃若是吃饱了，自便就是，不必陪伴本王。那好，妾身先告退了，殿下慢用。殿下，王妃今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要说她想亲近您吧，坐马车的时候还有这会儿，都是与您相处的机会，她全都不要。要说她不想亲近您吧，她走到门口的时候，谁的胳膊都不抓，偏偏抓您的。方才吃东西有些失态，还赶紧同您解释，想必是担心她在您心中的印象不美。难道这是什么引起男人注意的新手段？打乱拳，迷惑您的视线，降低您的防备，然后在不知不觉间走进您的内心。高啊！这个手段是谁教给王妃的？真是太阴险了。他是真的不想与本王亲近，也是真的饿了。殿下，您在想什么？本王在想王妃先前说过的话。哎呀，殿下终究是被王妃给迷惑了。我就知道苏晨元这手欲拒还迎，欲擒故纵，就是很容易让男人上头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殿下，您说哪句话呀？本王若是不幸生病了，中毒了，就都可以去找他，他会让本王药到病除这一句。今日苏月能够活下来，倒是能看出苏晨元所言非虚。王爷，属下觉得王妃今日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她能有什么能耐？您若是真有个什么，还是找御医吧。若是找他，属下担心他不止救不了您，还会拿救您当借口，把所有人都赶出去，偷偷在您身上揩油，甚至卑鄙下流的玷污您的清白之躯。南城太擅长多想之人，长此以往，但凡有个女子看其一眼，其都会怀疑该女子是否已经决定非自己不嫁。反正殿下，您还是应该防备着王妃一点，她诡计多着呢。将饭菜撤下去吧。殿下，您今日还说你有用夜食的习惯，难道您是在关心王妃？本王只想知道她是不是真的饿了。最后事实证明她所言非虚，一顿饭不吃变成这样，身体这么差吗？只是从前怎么半点没有听说？王妃，王爷今日竟然主动找您一起用膳，这还真是奇了。他是想看看我到底是为何站不稳罢了。从前我一顿不吃会晕倒吗？不会啊。这样啊，那也是。原来的苏晨渊不用像自己一样死很多脑细胞去弄药物。唉，科研是最累的，救人时也是，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原主不会这般消耗脑力和体力，才没有触发这个体质短板。王妃用过午膳了吗？本王只是担心她又如昨天一般饿出了个好歹。若是如此，外头还会说我们誉王府苛待她。哈哈，真的只是这样吗？属下去问问殿下。听闻王妃一大早就用了早膳，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知道在弄什么。监家叫她吃饭，她也没去，还让监家不要打扰她，遣厨房送饭菜过去，就说是本王的意思，让王妃立刻用饭。啥？若是王妃听了还是不用饭呢？王爷，属下觉得您不用管她，她自己爱吃不吃。哼，若不吃，便让她立刻还钱，且告知她，从此以后，本王的司库不再对她开放。是，属下这就去传话。如何？一开始，属下带着厨房的人一起到了王妃的房间门口，她听说是您遣人送的饭菜，便让人放在饭厅，说自己晚点用，还敷衍地说了一句替她谢谢您。还有呢？还有，属下接着把您的话传达了。王妃一听说您要她还钱，脸色难看的要命，气呼呼地冲出来，说现在吃就现在吃，还让属下回来劝本王什么？劝您性子不要太着急了，哪有借钱没2天，先前都说不在意了，扭头就要立刻还的道理。您这样会被人误以为是黄世仁。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他见属下都不知道谁是黄世仁，
便跟属下讲，是一个要债的，欺压穷苦民女的恶霸。他说，希望殿下能像从前一样，一直保持善良，不要放任自己，最后把自己变成坏人。他还说，殿下您现在的思想情况很是危险，就在从白的变黑的边缘。属下离开王妃院子时，他一边吃东西，一边说自己好可怜，欠了钱之后，就连何时吃饭都不能自主。说完就凄凄惨惨的唱什么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曲子还挺哀婉的。嗨，他真是不识好歹。王妃唱的曲子好听吗？这是什么问题？是现在的重点吗？简直是令闻者心酸，听者落泪。殿下，这事就不能这么算了。明明是王妃强行借钱，你眼下好心催她吃饭，她就如此恩将仇报。若是这都能忍，那……的确不能忍。你去告知王妃，以后在府上，不管因为任何事，她每日3顿都要按时用饭，否则她就会知道，本王是比皇室人更没有人性的恶霸。是。殿下，王妃她就是个……她是个好人。你说啥？本王让她还钱，她手中确实没有钱，若死赖着不还，也不用饭，本王照样毫无办法。但她却受了这威胁，说明什么？苏成渊知道欠人钱了，纵然不满，还是乖乖受制于陛下。这么看起来，好像这个人的品性也不算太差呀。不过，也许他是怕一直不还，也不听您的话，您下令责打他呢。王妃，其实你也不必这样伤心吧。你知道今天的事情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吗？咱们女人一定要有钱，谁有钱都不如自己有，自己有才硬气。所以认真挣钱真的很重要，不管在哪里都是，否则就会像我这样，因为欠了钱，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人家让我吃饭，我都不敢不吃。天知道他当时心态多暴躁，就差一点点解药就弄成功了，现在还要吃完之后重复之前的3、5道步骤才能处理好。哼，麻烦死了。可是自古以来，女子不都是在家中相夫教子吗？出来挣钱的女子真的很少啊。王妃，所以日后请您在府上好好用饭，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从此莫难不成是被我的前世监督我的吃饭的小助理回穿了？我什么时候吃饭跟他有何关系啊？他又不待见我，到底为何如此？为何？所以我在还钱之前又要跟在前世一样，掐着时间点，吃药的时候该暂停就暂停，把吃饭也当做重要的工作来完成了吗？王妃，你也不要太生气了。唉，算了，他也是为我好。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主子，您能这样想就最好了。其实奴婢瞧着，殿下这2日对您似是有些不一样了呢。他没有似从前那般见着您眉眼就冷如寒霜，今日还关心您是不是用饭了。说不定殿下的心已经在为您软化，知道您对他痴心一片，所以决定……哎，打住！我没有对任何人痴心一片，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治病机器，他的心也没有任何软化，他更没有任何决定。我怎么觉得主子这仿佛已经没得感情的模样都可以去出家了？法号就叫灭绝师太。别说我现在对他没兴趣了，他那种人类高质量男性是不会对我感兴趣的。欣家，记住一点，只要不做梦，人就不会在梦醒时分崩溃绝望。是。可是主子，为什么您忽然就对殿下没兴趣了？最可怕的是，看主子的样子还不像是在口是心非，一脸陈述事实的自如模样。王妃，那个济世医馆今日竟然重新开张了，先前敢给您卖毒药，如今竟然还敢开业，我们真该报官才是。报官怎么说？说我从前想去买药算计殿下，不曾想……可我们也不能就这么忍了吧？他骗了您那么多钱，还想毒害您。所以我们可以放下从前的事情不提，重新开一局。啥？走吧，跟我一起去济世医馆。殿下，
张毅的医馆今日重新开张了，王妃得知了消息，眼下已经出府，往济世医馆去了。哦，出府。是。玉王妃，您怎么来了？今日天热，本王妃觉得自己常常头晕，想来是有些中暑的症状，便来买些消暑的药，你且拿给本王妃吧。他悄悄对着张毅眨眨眼，一副对暗号的样子。张毅登时放下心，看来收买自己的人说的没错，苏晨渊现在还是信任自己的。对方这个眼神分明就是还想要那种药，只是眼下还有别的客人，不便明说。说起来，我这还真有一瓶上好的消暑药，草民这就给王妃您拿来。王妃，这一回一定会让您药到病除，不会出半点意外。真是这么好的药，本王妃闻闻看。竟闻不出什么味道。上好的消暑药都是没有味道的，怕味道太刺鼻，贵人们闻不惯。想的倒是很周到。本王妃为什么突然心跳较快，呼吸不过来？难道你给本王妃的不是消暑药，是毒药？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什么玩意儿？这药无色无味，闻了也根本不会呼吸困难呀！快来人呐！有人毒害玉王妃！拿下！王妃，小的陈赫，不知您现在可还好？本王妃现在很不好。到底怎么回事呀？只是闻一下那瓶药，根本就不会变成苏晨渊眼下这副虚弱的模样呀！这是误诊，这药是他方才打算卖给本王妃的，吹嘘的神乎其神，说本王妃服下，中暑症状就会缓解。谁知道本王妃只是闻了一下，便觉得天旋地转，上气不接下气，身子难受的厉害，说是再闻几下，怕不是要口吐白沫，晕死在此。小的知晓情况了，事实是否如王妃所说？大人，王妃说的都是真的，我们二人也都瞧见了。王妃要的是消暑药，但是闻了掌柜的给的药之后，就成了这般。张毅只觉得心乱如麻，他这才猛然反应过来，自己恐怕是掉进了苏晨渊的套子。眼下人证物证俱全，都能证明自己毒害王妃，自己完蛋了。此人不仅有毒害王妃的嫌疑，还拒不受捕。来人，把他绑起来，拖出去京兆府审问。你们二人作为人证，也要一同前往。是。殿下，他们去京兆府了，咱们也跟着去吗？殿下，陛下传诏，进宫让西秦盯着此事，本王要知晓王妃处理的经过。是，属下会告知西秦。府尹大人，本王妃心口难受的厉害，可否给本王妃一个椅子坐着？这是自然。来人，给王妃搬个椅子来，请大夫过来验药，也给王妃看诊。看诊就不必了，本王妃近日里也研究了一些医理，毕竟那毒药没有入口，想必本王妃的脉象也诊不出什么，这身子过了一会儿就会恢复如常了。那王妃若是觉得不适，尽早告知下官。一定。这个药没问题啊。王妃，您真是误会小人了，小人给您的药的确就只是消暑的药而已，根本就不是什么毒药。至于您的身体为什么会忽然不适，小的真是半点都不清楚。小人只是做个小生意，王妃何苦这样为难小人？小人被大人这一脚呀，气得内脏都移位了。小人真的是冤枉呀！难道权贵就能随便诬害平民了吗？既然你不心虚，你当时跑什么？小人不过就是一介草民，王妃非要说自己在小人的铺子里头闻到药出了事儿，小人能不害怕吗？大人您却不由分说这样对待小人，您这是为了巴结权贵，为了升官便欺压小人吗？王妃，您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这么说，是本王妃误会了。这当真是上好的消暑药，对身体没有半点坏处。对，没有坏处，真是一点都没有。那行，你把它喝了，若是你喝下后平安无事，本王妃就相信这当真不是毒药，并承认本王妃之前的身体不适都与你无关。你怎么不喝？
你不是说了这个药对身体没有半点坏处吗？据本王妃所知，就算是没有中暑的人，吃些消暑药对身体也不会有什么大碍。大夫，您说可是如此？王妃，的确是如此。其实在下也有些奇怪，因为这瓶药，在下虽没瞧出有毒，却也不像是消暑药。而且在下还知晓，有几种十分昂贵的毒药是查不出来问题的，这药说不定也是其中一种。眼下若是要适宜，只要此人将药喝下，平安无事，便能知晓到底是王妃诬告，还是此人有心毒害。既然大夫也这么说，便让济世医馆的掌柜将此药服下。若当真是本王妃误会了，本王妃会当众向他赔礼道歉，承担陈赫大人将他踢伤的药费。毕竟此事与陈赫大人无关，他不过是秉公执法。不止如此，本王妃还愿意赔偿掌柜100两黄金，弥补其今日所受之冤屈。不知府尹大人以为如何？这100两黄金可不是个小数目，苏沉渊竟如此大方。王妃，小的不过只是一个守卫头领，称不上大人。你处事果断，见此人想逃脱就及时制服，一脚便能叫其吐血，想来功夫也是不低。本王妃相信你只要走正途，以后升官进爵也是必然。即便此刻不算大人，以后也定然是。哼，他应不应该告诉王妃，他的眼神真的挺好。旁人不认识，但与陈阁老交好的他却是知道，陈赫其实是个化名。这人叫陈赫之，乃是陈阁老的独子，人倒是不坏，只是空有义气没有头脑，常常被一些纨绔子弟当枪使，忽悠出来办蠢事儿，一度成为京城遗害。10岁的时候就令陈阁老头疼不已，只好把他送回老家磨性子。这个月初才接回来，这才令诸多权贵还认不出他，可自己却是去接风了的。然而这小子回了老家8、9年，还是没有长进。10天前又被其邻居家的纨绔骗出去打了人。陈阁老不得已想了个法子，把他塞到防卫军里头历练，说得防卫军的总督头认为他表现好了才能回家，表现不好就只能一直在这当卫兵。他这才兢兢业业地巡逻抓人，以对方陈阁老独子的身份，等教养好了，早晚陛下也会赐个官做。没想到第一个认可他未来会有广袤前景的人，竟然是苏沉渊，是这个若不是有身份在那儿，简直要人人喊打的誉王妃。点个订阅吧。既然你坚称此药不过就是消暑药，王妃也表明若是误会愿意赔偿，你便将此药喝下去，来证明你自己的清白。可是大人，小人无灾无病，何必浪费这上好的药呢？王妃愿意赔偿你100两黄金，100两黄金，难不成还买不下你这上好的药？本官看你分明就是心中有鬼。来人，将此药给他灌下去。本官倒是想知晓，到底是王妃诬告你，还是你胆大包天，不仅谋害王妃，还蓄意污蔑我嘉诚王朝的巡卫兵？是毒药，真是毒药，我承认了，是毒药。此话当真？当真。但是小人也是被胁迫的呀，是平汉侯的大小姐沈敏敏收买了小的，让小的这么做的。你可有证据？这有什么证据？如果不是沈敏敏平康侯府嫡女的身份，只是我，岂会拿到这样的好药？大人若是不相信，叫人出来审问就是了。我原本也不想干，但是他的士兵威胁我，说我不干就要我死。王妃，此事可要禀告誉王殿下。大人秉公执法便是，区区小事不必叨扰王爷。传沈敏敏前来，还有他的侍婢。大人，到底是侯府的嫡女，若是侯爷不放人，我去带沈敏敏来，我倒是要看看谁敢不配合京兆府尹审案。不是，这有你什么事儿？你干嘛出来自告奋勇啊？这位兄弟，我知道你是想帮我们办事，但是平冈侯府真不是好惹的，你还是……那就有劳陈赫壮士了。陈赫之非要去，倒也给自己省了麻烦。攀附权贵，你今天给老子看清楚了，老子是不是你说的那种人？说完，大摇大摆地离开。他要攀附谁？他自己就是权贵之子。
侯爷，王妃，今日的案子还请大人好好审，莫要有心人污蔑了小女。小女一贯贤良淑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岂会有胆子毒害王妃？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果然在诸多父母眼里，除非是亲眼看到了真相，否则自己的孩子永远都是听话的、懂事的、最好的。侯爷放心，下官定然秉公处理。小的也相信大人会好好办，不会让那些表面上贤良淑德，其实坏到骨子里的人从此处脱逃，不然怎么担得起京兆府尹的官帽呢？不如回家种地。小兔崽子，你闭嘴！我同意了你去帮侯府抓人，你爹知道了肯定黑脸，所以你不要继续阴阳人刺激平康侯了，不然你爹要打我了。再说了，你叔叔我若不是那种秉公执法的人，陛下和誉王殿下又岂会把京兆府尹这样重要的位置交给我？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年轻人不懂事，侯爷不必在意。本侯这把年纪，岂会在意年轻人的几句话？侯爷说的是啊，侯爷大量。沈明明，张毅指控你收买并要挟他毒害王妃，可有此事？绝无此事。可这上好了毒药，他说是你给他的。府尹大人，据本王妃所知，此等毒药不论是材料收集还是炼制都十分复杂，京城乃至嘉顺皇朝会炼制此药的应当没有几个。大人不妨查查京城里头这几个月有哪些人购买过一些可以制作此毒的特殊药材，再看看有什么会制药的高人，说不定能查出更多的线索。来人，将这名侍婢押下去，严刑逼供，看他是否知道些什么。大人，张毅指控的是你和你的侍婢，你拒不承认，按理来说京兆府尹应该把你们一起拖下去打板子，这会儿却只拖一个侍婢，你叫唤什么？想跟他一起被拖下去打板子？真不愧是当年的京城遗憾，瞧瞧他今日的话，哪句说的不气人，又会气人又会打人，这谁顶得住？难怪陈阁老抽了头都快秃了。陈壮士，你也不要欺人太甚。陈壮士不过陈述事实，是如何欺人了？倒是侯爷您，是否仗着自己的身份，认为自己的女儿与旁人不同，即便有毒害皇室的嫌疑，也不必被逼供审问？侯爷，你的想法真如王妃所言，你们侯府如今连皇室都不看在眼里了？王妃和陈壮士误会了，本侯绝无此意。啊，既然侯爷并无此意，那侯爷的意思是为了律法的公正，您支持京兆府尹将沈姑娘一起拖下去严刑逼供了？本侯什么时候有过这种意思？你能不能不要跟本侯贫瘠的意思加上这么丰富的信啊？王妃，还是先审问这侍婢吧。行。大人，招了！他说毒药是沈小姐出的钱，他去买的。那个卖毒药的铺子，他也招了。大人，就是这个婢女，是他威逼利诱，让小人毒害的誉王妃。当时那人的身量与他一模一样，肯定是他。大人，此事都是奴婢一人所为，同我家小姐无关。买药的银子也是奴婢的。这个蠢货，承认是他做的，我还洗得干净吗？哼，你区一个侍婢，哪里来的银子买如此昂贵的毒药？你当本官是傻子不成？外头那侍婢的供词也与你不一，还是你也要出去上夹棍，把老鼠喂进你口中，你才肯说实话？啊，不，是奴婢说谎了，奴婢没钱，的确是我家小姐指使的。哼，原来你的忠心也不过如此。牛啊，老鼠都想不出来。沈明明，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有什么好说的？这个贱人凭什么嫁给誉王殿下？她有什么资格做誉王妃？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她卑鄙无耻，本就该死。本小姐不过就是替天行道。你真的是你做的？父亲，对不住，女儿实在是忍不住。可是也怪苏晨元自己，是他自己不知廉耻。若不是他自己存了坏心，女儿又怎么能害到他？上回竟然让他……沈小姐，上回什么？你不是只害了我一回，因为我买消暑药正好进入你的圈套吗？难道你之前还害过我？谋害王妃一次就已经是大罪，
你府上还可以说一概不知，由你一人承担。可谋害王妃一次不死，再谋害一回，这又会是什么罪名？该不会全家流放，或者满门抄斩吧？他自然是不会让沈敏敏说出原主去买那种药设计容子墨的事儿了，这对自己的名声多不好啊！就看沈敏敏是不是在乎平康侯府众人的性命了。张毅，你也谋害了本王妃2回吗？你说这是你一个人的罪过，还是你9族的罪过？你应该不会是个孤儿吧？不是孤儿。不是就好。这样他们为了家人就不会乱说话了。他们谋害自己2次的罪责可以当1次算，等于罪过减半，自己也可以保住名声，岂不两全其美？这是小的一个人的罪过，与我家中的老母亲无关。他已经60多岁了，眼睛还看不见，还请王妃饶了他。所谓冤有头债有主，本王妃虽然被他们2人谋害，但到底没出什么事，所以本王妃以为处置他们2人便可，不必累及家人。府尹大人以为呢？此事事关您和侯府，下官审问清楚了，邀请陛下裁夺。但下官会将王妃您的意思也传达给陛下的。沈姑娘，你先前说本王妃存了坏心，你才能害我，不知是何种坏心？是我胡言乱语，王妃并无什么坏心。我让自己的侍婢买药交给张毅，谋害了你1回，如此而已。王妃、沈姑娘、张毅，你们先前是否……府尹大人，即便我们先前真的有事，但是本王妃不想追究，你又何必多问呢？王妃，敏敏是本侯的嫡女，她这一次做事的确是糊涂，还请王妃看在本侯的面子上，高抬贵手，饶了她这一回。这事儿就不要惊动陛下了，本侯一定记得王妃的大恩。王妃，您看呐，没脑子的混账东西，竟然犯下如此大错，还不赶紧跪过来给王妃赔礼道歉！平康侯，你记住王妃的大恩有什么用？谁不知道你不只跟2皇子云王殿下走得近，你还成前跟誉王殿下作对。王妃放过你的女儿也是白放过，你回头照样跟她夫君对着干。王妃，别理她，一定要把沈敏敏绳之以法。能不能闭嘴？侯中的事情是谁跟你说的？烦死本侯了！要不要把敏敏绳之以法，关你屁事！敏敏谋害的是苏沉渊，又不是你们陈家的什么人。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陈壮士，此事似乎与你无关，还请你不要过问。怎么跟我无关了？张毅是我抓的，沈敏敏也是我带来的，哪里无关？甚至张毅想跑，都是被我第一时间制服。好了，陈壮士，你就让王妃自己决定吧。看来沈姑娘膝盖很硬，并不想对本王妃致歉。想，她岂会不想呢？王妃，都是我的错，我再也不敢了，还请王妃饶了我1回。知道都是你的错就好了，但是本王妃不原谅。秦朝府尹，你不是说要等父皇裁夺？眼下便送折子到宫中吧，本王妃就在此处等候结果。你们盯着本王妃做什么？沈敏敏意图谋害本王妃，跪着对本王妃道歉，这不是应当的吗？难道因为要惩处她，她就可以不认错了？苏沉渊，你骂大声一点！秦朝府尹，记得把沈姑娘接下来骂本王妃的话都一并告知父皇，让父皇知晓沈姑娘是否已经真心悔过。子墨，多亏是有你，不然朕这头风发作，当真是坐都坐不住，更别提处理奏章了。陛下，京兆府有要事禀报。何事？说是平康侯的嫡女沈敏敏派遣自己的侍婢，伙同一个叫张毅的人谋害誉王妃。好在王妃并没有什么事，他们都对自己的罪名供认不讳，请陛下裁夺。对了，王妃说冤有头债有主，希望不会牵扯其家人。怎么又是他？既然他没事，沈敏敏又是平康侯的嫡女，平康侯对社稷有功，便只打个40大板，能不能活命就看沈敏敏自己的造化。父皇，谋害王妃可是重罪，不论成功与否，轻则终身监禁处死，重则流放9族，满门抄斩。儿子也是很讨厌苏沉渊的，眼下有人要害他，他应该不会为苏沉渊愤怒才是。
又何必在意我如何处置凶手？因为平康侯总是跟儿子作对？不可能。平康侯虽然站在云王那边，可也是有些本事在身上。早些年此人惹怒了我，还是子怒私下求情，说此人对社稷有用，自己才饶了对方。所以子木也不可能因此针对对方的女儿。父皇，儿臣只是希望您依照律法办事。真的只是这样吗？当真不是因为她是你的王妃？儿臣是为了国法。那行，那就依你的意思办，将沈明明及其侍婢还有那个张毅按国法杖杀，让京兆府即刻执行。是。朕听说你同苏成渊大婚这么久，还未圆房。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父皇，此事您就不必过问了。哼，朕怎么能不问？朕还想着抱皇孙呢。朕知晓你不喜他，朕同你母后商量好了，过几日在你母后的赏花宴上为你再择一名侧妃。父皇，此事不必您与母后挂心，儿臣自会处理好。你处理什么？你处理到20岁了也不曾娶亲，若非苏成渊设计你，如今还是老光棍一个。虽说家传皇朝的男子成婚大多比较早，16岁便定亲，成婚的比比皆是，但是也不至于20岁不成婚就是老光棍吧。此事就这么定了，你母后已经有了很好的人选，到时候朕也瞧瞧看，若那女子当真有你母后说的那样好，朕就将她赐婚给你。父皇，其实您今日头一点都不疼吧？说是往常父皇头疼的时候都会去躺着休息，可今日您却坐在此地吃东西。那是因为朕今日的头疼不似往日严重。再说了，朕之前也并未每次都躺着休息呀。原来自己从前每次说头疼，逃脱处理奏折，哪次头疼是真的，哪次头疼是假的，对方一直一清二楚，只是没有戳破自己而已。父皇说起侧妃之事，儿臣听得疲倦，先回府了。其实批阅奏折原本就不是皇子能僭越之事，还是父皇您自己批吧。那不行，也不能回去。侧妃的事情你不想那就算了，朕回头再跟你母后商量商量，你得把这些给批阅完。既然父皇有命，儿臣不敢不从。父皇，叫朕做什么？叫京兆尹府传话之人告知众人，重臣沈明明是儿臣的意思。这是为何？你还担心平康侯记恨朕不成？他敢？父皇别问了，就依儿臣的意思吧。行。这怎么会？要打死我！陛下一向不喜欢苏晨渊，岂会为了苏晨渊的事动了杀我之心？怎么回事？可是有人在陛下跟前说了什么？是誉王殿下的意思。誉王殿下说谋害王妃是重罪。怎么会呢？誉王殿下明明不喜欢苏晨渊，为什么会让陛下重惩我？本侯现在就进宫找陛下求情。来不及了，陛下说了，即可杖杀。父亲，救我！父亲，你救救我！处刑吧。慢！侯爷，下官只是奉命行事，还请侯爷不要为难。您挡在沈姑娘跟前，下官自是不能将你也杀了。可这是陛下的旨意，任何人都不得违抗。侯爷须知，雷霆雨露都是君恩，何况令媛的确犯了死罪，难道侯爷你要抗旨不成？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既然事情处理完了，那王妃就先回去了。王妃，今日你们誉王府的大恩，我平康侯府记下了。王妃，今日之事多谢陈壮士了，希望日后本王妃有机会回报这份恩情。我一个大男人办点事情，有什么需要你一个女人回报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陈壮士不必解释，我明白你的意思。王妃，我叫住你，其实只是为了跟你说，我不叫陈赫，我叫陈赫之，大家都知道的那个陈赫之。所以陈赫之是谁？看来是我离开京城太多年了，大家都已经忘记我这个曾经的京城遗害。哦，所以面前这小子
约等于宰相的儿子。我知晓了，陈公子，难怪这人在平康侯面前也这么嚣张了。也不用叫我陈公子，叫我名字就是了。哦，对了，叫名字容易被人误会，对王妃声誉不好。我就是跟王妃您说一下自己的身份，免得以后认不出。那我先走了。如果这个世上都是陈和之这样的好人，该是多么美好。主子，陈公子可有名了，不久前才把一个良民的腿打断，得亏是腿接回来了，才没闹出大乱子。陈家赔了不少银子，您现在竟然说他是个好人？他不像这种人啊。说人家的私怨，他跑去见义勇为，最后才知道是他邻居家的纨绔欺负人在先，还和人先告状骗了陈公子。陈阁老也为这事儿跟邻居家的王大人闹翻了，王大人带着自己的儿子上门道歉，都被关在门外。好惨，一时间竟然不知道是那个良民更惨，还是陈家人更惨。所以这就是这个小子沦落到街上巡逻的原因吗？混账东西，你等我回府。父亲，您不是让我巡逻吗？您现在叫我回来做什么？我今日还没巡完呢。我让你巡逻，我也让你去平康侯府抓人了吧？沈秘密竟然谋害王妃，儿子抓他怎么了？儿子都想当场打死他。父亲，您知道苏姑娘有多好吗？你们都说我是祸害，只有她相信我以后会加官进爵，前途无量。我刚刚回京城的时候，大家都说苏姑娘不是个好人。哼哼，我看众人都是嫉妒她的完美。你该不会是对王妃生出了不该有的心思吧？反正儿子就是觉得她挺好的。当时张毅想污蔑我，他还替我解释，说我只是秉公执法。虽然很多人都说她不好，但是儿子觉得她好。你知不知道，她可是誉王妃，是誉王殿下的女人，你连她都敢想，你是想害死你爹我吗？大家不是都说誉王殿下不喜欢自己的王妃吗？前天晚饭，母亲同意闲话家常，都说觉得誉王妃会被休掉。咱们嘉镇皇朝又不是没有女人不能改嫁的规矩，儿子怎么就不能想了？誉王既然不喜欢她，难道就不能让给我吗？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怎么了爹？你说不过我就打我吗？我怎么说不过你？我是懒得和你多说。你和王妃不过就是一面之缘，你就说出这些糊涂话来？婚姻大事是如此儿戏的吗？怎么就儿戏了？我活了这么多年，除了她就没有一个人认可我，她就是我心里的光。父亲，你老了，你根本就不懂我们年轻人，你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理解过我，不是打就是骂，再不然就是把我送走。我跟你相处这么多年，你对我的信任都还不如她，我怎么就不能喜欢她了？我怎么就不能等她改嫁了？等我娶了她，我就证明给她看，她想的都是对的。我就是她推测的那样出色的男子，我要为她成为嘉镇皇朝的下一个武将之首，我要当兵马大元帅，她就是元帅夫人。誉王不肯好好待她，让我来。夫君，你这是做什么？就是要教训贺知，也不该用板凳打呀。若是把孩子打坏了怎么办？你知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胡话？他说觉得誉王妃挺好的，他想着等着誉王妃被休了，好改嫁给他。要是这样的话，还是打死算了吧。您可真是我亲娘。你这些日子不用再回军营了，你父亲会跟总督头招呼，你现在就回自己院子休官禁闭，没有你父亲和我的命令，不准出门。我不回院子。你若是不去，我现在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不是我的儿子了。看你日后在这个京城，还有谁会给你脸面？看看平康侯会不会弄死你？好啊，那就断绝关系，以后我的死活不用你管。还站住！让他走，让他滚出这个家，让他……儿子要是走了，你也给我滚出这个家！还不给我滚回来？你想上哪去啊？这个家不能没有你，父亲也不能没有你啊！不然你父亲我就要睡大街了。行，你走吧。说起来，为娘还没有去拜见过誉王妃。你走了之后，为娘便去一趟誉王府，同王妃说，为娘生了一个忤逆不孝的儿子，在家里不敬父母，还对他父亲动手，把他父亲打到口吐鲜血。看看誉王妃会如何看待这样的男子。什么玩意儿？明明是父亲追打了我半天，
我何曾还过手？又何时对父亲动过手？母亲，你这是诬陷！对，我就是诬陷你，如何？不走就不走，关禁闭就关禁闭。这小兔崽子对玉王妃，怕不是来真的吧？哟，这不是我们的玉王妃吗？这是从哪儿回来的？怎么出门没在身上挂个牌子？牌子上头就写9个字：卑鄙无耻，恨嫁的贱人。越王殿下，不论如何，我们家主子也是王妃，是您的皇嫂，还请您慎言。哦，难怪这小子跟我那便宜老公眉眼长得像，原来是亲兄弟。也就是蒹葭说的，看到我一回就嘲讽我一回，上次想掐死我的那个人。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主子卑鄙下贱，诬陷我三皇兄，奴婢不等主子开口，就敢以下犯上，提醒本王一个堂堂亲王慎言，这真是好得很呀！你这贱婢，全是跟着苏沉渊耳濡目染的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哦，我当是谁？原来是烈王呀！这个女人的语气是怎么回事？怎么带着轻视？而且这也就罢了，平日里我羞辱这个女人，她都是头都不敢抬，赤着一张脸，似乎恨不得钻入地洞，还是有些羞耻心的。但是今日她竟然还开了口。反正你三皇兄早晚多少成婚的，不娶我也是娶别人，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你到底有什么放不下的？哼，是我三皇兄不娶你，也是娶别人。但是我觉得，我三皇兄娶任何一个女人，都比娶你好。话不能这么说，你去打听一下，沈明明因为谋害我的性命，刚被地下下令杖杀。我自己认为，我的道德觉悟，我对律法的理解，比他还是强一些的。至少我只觊觎你三皇兄的美色，从未想过害谁的性命。我这不比他好多了。什么觊觎美色？你真是无耻！我作为玉王妃，坦然承认自己觊觎夫君美色，怎么就叫无耻了？难道要我说我对自己夫君毫无兴趣，我看起来才比较高尚吗？我倒是不介意配合殿下这么说，但是我这么说，烈王殿下你信吗？主子，你前2天才跟奴婢说你对殿下没有兴趣。苏沉渊，你少给我扯这些！什么夫君不夫君？若不是因为你不要脸，你怎么可能嫁给我三皇兄？你真是令人恶心！哦，烈王殿下要说这个，本王妃就要跟你说道了。难道我能嫁给玉王殿下，只是因为我不要脸吗？如果不要脸就能成功，我相信应该会有不少如沈敏敏这样的女子纷纷效仿吧。你什么意思？你说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旁人都算计不了玉王殿下，只有我能？你懂了，明白了。如果你要说你三皇兄娶了我是他的不幸，那么这个不幸可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烈王殿下你才是罪魁祸首。若不是当年我父亲为了为国尽忠，对陛下尽忠，营救烈王殿下而如今玉王殿下岂会因为我不要脸就不得不娶我？皇帝，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世上你是最没有资格对我说长道短的人。你如果真的心疼你皇兄，就好好精进你自己，莫要再欠下救命之恩了。苏沉渊，你不要在此颠倒是非。我颠倒什么是非了？还是殿下你想说，其实你对我父亲的死没有一丝亏欠？好，是本王欠了你父亲，欠了你们苏家，那你要讨债，你来找本王啊！你找三皇兄做什么？他也欠了你们家吗？你就是下贱！皇帝，其实你的话也不是没道理，我是应该找你，但是你浑身上下，皇嫂我确实没看出来哪里比得上你三皇兄。皇嫂是一个眼神正常、想法也正常的人，所以实在是没想过要用那些阴谋诡计嫁给你。本王什么时候要你嫁给本王了？你不是说我恨嫁吗？可见你也认为嫁人是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你又问我为什么不找你，而是算计你三皇兄，那这不就是问我为什么不算计你嫁给你？唉，我也说得很清楚了，主要是皇嫂觉得你没有什么好找的，也没有什么好算计的。来，掐死我，掐死我，让全天下都知道烈王殿下是如何恩将仇报，杀了苏将军的女儿。这么好看，
点个订阅吧。皇兄，子夜，你在生气啊？没事，我自己能处理。我这个弟弟从小到大也没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怎么，如今长大了，连皇兄也要瞒了？不是，哎呀，皇兄，我真的不能讲，不然有的人又要说我是个小孩子，自己处理不了的事情就告诉家长。哦，竟有人敢这般说你，他岂止是敢啊，他……算了，不提了。皇兄，父皇找你进宫做什么？又是头风犯了，让你帮忙批阅奏折吗？我看他就是犯懒，你不要理他。父皇年纪大了，难免精力不济，你若是得空了，也可进宫去为父皇分忧。哎，算了吧，那些奏章我看不进去。再说了，就算我想处理，父皇也不放心把事情交给我呀。哎，对了，皇兄，你觉不觉得苏晨渊有点不一样了？哦，你见过他了？他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不管是说话的神态、模样，还有言辞，简直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皇兄，你在府上小心一点啊，我担心这个女人对你不利啊。就只有一个字吗？难道皇兄你早就知道苏晨渊有两副面孔？倒不是有两副面孔，只是觉得这个女人最近彻底失去了从前的面孔，拥有了新的面孔。所以你是受了她的气？没有，就凭这个下贱的女人，有什么能耐气到我？本王根本就没有把她放在眼里。皇兄你就不必问了。子夜，下贱二字不该从你口中说出来。皇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你开始维护苏晨渊了吗？你们这才成婚多久啊？你多虑了。本王只是提醒你，作为皇室子弟，不得轻易口出秽言。行吧，不骂就不骂，还说找你一起喝酒，结果你现在竟然为了苏晨渊说我什么你们夫妻名存实亡，看你们根本就是夫妻一体，欺负我这个外人，我就没有你这样的皇兄。我回府了，本王很不高兴。殿下，烈王殿下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是这个脾气，就跟个小孩子似的。回府，烈王来过了？来过了，还跟王妃吵了一架。就在此处。烈王殿下那模样，简直就像是快被王妃气疯了。啥？苏晨渊竟然有这种能耐？烈王殿下从小就很嚣张，除了陛下、皇后，还有我们家殿下，谁的面子都不给，居然能在苏晨渊的手底下吃亏。你进来，告知本王，王妃都说了什么？主子，您对烈王殿下那样说话，你不怕他真的告诉咱们家王爷，王爷怪罪你吗？王爷最是宠爱这个弟弟了。他不会说的，他说了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个小孩子，遇见事情只能找兄长。我跟你说，越是小孩子脾气的人，就越是要面子，越是喜欢证明自己是个大人。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王妃，王爷让您过去一趟。他又叫我去做什么？王妃自己对烈王殿下说了什么？这么快就忘了？你用花言巧语让烈王殿下只字不提，可是王妃是不是忘了门口还有守卫呢？操帅了！按理说容子墨要是不主动问，这些守卫应该不会主动多嘴吧？哎，算了，纠结这些也没意思。王妃早知眼下，何必当初呢？烈王殿下也是王妃，你能讥讽呢？你怕不是忘了自己是凭什么才能嫁入王府？不就是凭着王爷对烈王殿下的宠爱吗？这个女人真是飘了，现在连烈王殿下也敢惹。以你对你家王爷的了解，这件事情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最坏的情况当然就是你被休了。哼，终于知道怕了吧？哎呀，我想问的是，你家王爷会不会又要替我还钱？在嘉盛皇朝欠债不还需要坐牢吗？我觉得我家王爷这会未必会想到那500两银子那里。为什么这个女人这个时候还在操心这个？主子真是个有债必还且时刻铭记的优秀的欠债人。殿下，妾身知晓自己不该说那些话，伤害您最宠爱的胞弟。妾身回了自己的院子之后，一直在反省自己，
妾身错了，就算他如何辱骂妾身，妾身也不应该自卫反击。妾身应该认清楚自己不受待见的弃妃身份，懂得做小伏低，忍辱负重。希望王爷您给妾身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最关键的是，千万别找妾身要债，你知道的，妾身眼下真的还不起。难怪乖觉了不少，原来是担心自己被要债。说出来的话也强调了他只是自卫反击，表示是紫燕开罪他在先。若是本王非要你眼下还钱呢？那殿下你就有点过分了。之前你还说账房的银子我可以随便取，买首饰都行。这话说完才多久，你就天天让人用500两的债务，强迫我按照你的要求吃饭。现在一点不高兴，你又跟我提立刻还钱的事。您不觉得您这样的行为有些什么？有些需要改进，甚至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哦，这样啊。不是，你这个玩味的语气是怎么回事？我感觉你现在就没有把我当人看，仿佛是拿着逗猫棒玩我似的，我就像是一只焦躁的猫。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王妃，本王让你随意用账房的银子，这话并非是说说而已。本王也能对王妃保证，不管王妃从前或者日后用了本王多少银子，只要王妃按时用饭，本王绝对不会因任何状况再与你谈还钱之事。还有这种好事？可是殿下，请问我是不是好好吃饭，对殿下你有什么影响吗？他吃不吃也不关他什么事儿吧？他要是真的饿出了一个好歹，他连休妻的功夫都省了，还能说是他自己不吃，不关他任何事儿。至少可以保证，本王不会走着走着就忽然被王妃抓住胳膊，无端遭受王妃的非礼。你说啥？你再说一遍，我抓一下你胳膊就是非礼了？不要生气，这是古代，也许是男女授受不亲，也许是容子墨这个人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他才这么说的。严格算来，自己只是好好吃饭，换他再也不找自己要求还钱，这是赚了。殿下说话算话？自然。那就是说，殿下这次叫妾身来，其实也并非是因为见着妾身得罪了烈王殿下，于是准备逼着妾身还钱了。你得罪了烈王殿下，还想只是还钱这么简单？你做梦呢！还什么钱？你现在就应该先被拖下去打一顿棍子，再关禁闭。王妃认为今日之事，你可有错？烈王殿下身为皇帝，却对本王妃这个皇嫂多番出言羞辱，我教训他几句，让他以后放尊重些，何错之有？殿下，妾身知晓您宠爱弟弟，但是疼爱弟弟不是这样疼爱的，顿不该一味的宠着纵着，由他在外头瞎说胡闹。且不论旁人怎么看他，这般满口污言秽语，行事张狂，对他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事，未来早晚会害了他。王妃说的是，这小子确实要教训。本王说他欠教训，已经18了，说话却全无分寸，行事轻率，多年不见半分长进。王妃教训一下也好。怎么了？王妃不是也这样认为吗？妾身确实是这样认为的。殿下，你说的应该不是反话吧？你看本王的样子，像是在说反话吗？不太像。那殿下，你的意思，你叫妾身来，也不是为了收拾我的？本王何时说过要收拾你？那殿下叫妾身前来，到底所为何意？本王就是想问你，你对紫燕所言，所谓的觊觎本王的美色，是什么时候的事？这就是一直以来的事啊。比如此时此刻就很觊觎殿下，因为他没有办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前几天还想要得到他的身体，跑到他的院子作妖，这几天就忽然不觊觎了，所以他只好睁着眼睛说瞎话。誉王殿下显然不信。是吗？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殿下忽然让他们出去做什么？这种情况下你忽然进朝，你让我很紧张啊。怎么，觊觎本王美色的王妃竟然不喜欢跟本王独处？那倒是也没有。那就是喜欢跟本王独处了。
这是自然了，能够跟殿下在一个房间独处，是妾身做梦都在想的事。挺好，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事还是不错的。他说王爷，您之前不是连妾身碰一下您的胳膊都不惜且忧心，眼下您怎么好跟妾身单独待在一个房间呢？万一妾身兽性大发，做出一些有悖礼法的事情，王爷岂不是亏大了？要不我们还是把门打开，把大家都叫进来，以确保王爷的清白。可本王忽然想起来，王妃对皇帝说过，本王是你的夫君，你觊觎本王的美色是理所当然之事。那本王满足王妃的觊觎，是否也是天经地义啊？是没理由啊！电光火石之间，苏晨渊猛地领会过来，这个男人是在试探他。这真是太好了，殿下，那我们择日不如撞日，不如现在就圆房吧，也好成全了妾身多年的心愿。聪明人之间飙演技，如此局面之下，无非就是看谁的脸皮更厚。好啊，王妃既然如此着急，本王看也不必回卧室了，就在此处吧。这个会不会不方便呢？这里床都没有一个。有什么不方便的？本王觉得不必拘泥于此。子墨，你变了，你怎么变得这么快？你再也不是那个我抓一下你的胳膊，你都要逼着我天天按时吃饭的贞洁烈夫了。只是为了试探我，你就要做到这一步吗？我现在对你很失望。还是说，王妃你不想，你所谓的觊觎本王，其实不过都是说说而已。谁说本王妃只是说说了？好啊，王妃怎么了？倒也没什么，就是忽然觉得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感情，就圆房其实有些败兴。妾身更加期待在爱情之下的结合，所以决定还是暂时忍下自己对殿下的觊觎，圆房的事情改日再说。两个人之间没有感情？妾身的意思是，现在只是妾身单方面对殿下有感情，但殿下对妾身却是半点感觉都没有，所以妾身认为还是暂且算了。还是殿下您打算承认您已经爱上妾身了？若是这样，那妾身还是很欢喜，也很情愿的。王妃既然这么说，本王子也不好勉强。多谢王爷体恤。妈的，别再用这种如有实质的眼神看他了，他都快演不下去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不知道在王妃眼中，这京城可有比本王更能令人心动，更容易心生觊觎的男子？是什么问题？殿下，应该是没有。王妃以为程赫之如何？好家伙，幸好我今天正好遇上程赫之了，不然我还回答不上你的问题。当然是殿下您看起来更令人心生向往了。殿下您为何这么问？难道是因为您与程赫之有过节，还是有人说了您不如程赫之俊美的话？本王知道了，没有了。王妃有话不妨直说。是殿下您让妾身说的，那妾身就真的直说了。妾身认为王爷您其实已经足够俊美了，实在是没有必要继续在意自己是不是最令人心动，最令人觊觎。您这样妾身压力很大，您过度注意自己的形象，会让妾身活得更加辛苦。王妃的意思是？妾身的意思是希望殿下能够适度的隐藏您的魅力。王妃以为应当如何隐藏？好像确实很难隐藏。殿下，您在外头还是少用您这双含笑的眼睛看人，太致命了。姑娘们要是看一眼，都容易心跳加快。哦，那王妃看一眼也会心跳加快吗？那是当然了，与殿下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妾身的心跳都很快，快到难以形容，快到就跟没有跳一样。本王信了。妾身有一件事想问殿下，今日沈敏敏之事，不知殿下为何会插手？是直觉让本王这么做，而本王素来很相信自己的一切判断，哪怕只是一瞬而过的直觉。不论如何，你也是本王的王妃，若是有人要谋害你，却能逃过一死，外人会如何看待本王？哦，原来是这样啊，果然不是我的自己，这人可真是好面子啊。
虽然王爷不是为了妾身，但也算是帮了妾身一把，多谢王爷了。即使没事了，便不打搅王爷了。你说的是，本王会注意的。少少，注意什么？王妃，今日之事真是太奇怪了。难道咱们家王爷宠爱烈王殿下只是谣传吗？他怎么不仅不收拾您，还说您教训烈王也是应该的？也许他是认同了我先进的远胜于他的教育观点。殿下，你就这么让王妃走了？烈王殿下的死活您就不管了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紫燕不是在府上好好的？烈王殿下身体虽然没事，但属下料想，烈王殿下的心很是受伤，那份伤痛就是吃药都不能愈合的。除非您把苏晨渊给赶出府。本王倒是觉得这样也好。啊？紫燕这性子谁都管不了，父皇和母后说她也是左耳进右耳出，本王说她几句，她便如今日在大街上一般，赌气要同本王断绝关系。苏晨渊是第一个教训了她，还令她除了生气毫无办法的人，说不定他今日这番话倒能让这小子知耻而后勇，长大一些。原来殿下是这么想的。倒也是啊，烈王殿下就跟混世魔王一般，好像除了今日的陈渊，还真没有谁能治得住他。殿下，陈鹤之被陈阁老给禁足了，再也不会参加京城的巡访了。看来陈鹤之今日得罪康平侯之后，陈阁老认为还是把他关在家中比较安全。关着也好，殿下，不论您同王妃关系如何，但从明面上看，她也还是誉王妃，所以陈鹤之去抓陈灵敏，也算是帮了我们誉王府。可您为何出宫之后，便让属下立刻去找陈阁老，特意感谢陈公子今日做了个好事？说是感谢陈鹤之，实际上是害对方吧？要是殿下不让我去感谢，陈阁老指不定一时半会儿还不知道这事儿呢。陈鹤之也不会这么快就被禁足了，这分明就是告密啊！本王是出自真心的谢他，还错了？您到底是不是真心的谢谢人家？您自己心里有数好吧？算了，不问了。也许王爷只是因为不喜欢王妃，所以也不喜欢陈鹤之帮助王妃，就给了这个人一点教训。对，肯定是这样。沐浴是。眼下虽是已经阴天了，但白日里天热，殿下想必是出了汗，故而这个时辰便要沐浴一回，往常也总是如此。众人也没觉得奇怪，只是令众人奇怪的是，誉王殿下在沐浴完毕，换上了墨色的便装，经过浴室内的镜子时，他脚步兀地顿住了，对着镜子仔细地瞧了瞧自己的眼睛，甚至还特意想了想高兴的事儿，令眉宇间多了几分笑意。他生得好看，他是知道的，否则也不会有天下第一美男子的美誉。只是他含笑的眼神儿，真有苏晨渊说的那般夸张？殿下，您这是在干什么？本王怎么有些看不懂啊？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皇后，朕对你素来都是言听计从，你是知晓的。你让朕去宠幸哪个妃子，朕都不敢耽搁，立刻就去了。陛下是原本就想去吧？好了，陛下到底想说什么，直言便是，不必跟臣妾这样拐弯抹角。是这样，朕跟子墨齐了你给他选好了侧妃，准备在赏花宴上赐给他的事，他拒绝了，并希望朕不要操心。朕想了想，朕与你虽然是他的父皇母后，但我们还是要在意孩子自己的想法，不能勉强他做不愿做的事，便答应了他的要求。陛下，先前臣妾跟您谈起此事的时候，您可不是这么说的。您分明十分赞同，还说子墨的婚事非得要我们做父母的管一管，否则靠他自己怕是要断子绝孙。您怎么忽然就变卦了？朕的想法也是时时在变化的，皇后不必大惊小怪。还不是子墨那个臭小子竟然威胁朕，要是朕非要给他纳侧妃，他就再也不给朕批阅奏折了，这哪行？朕的头风，皇后你也是知道的。
为了朕的身子骨，朕只好同意了他的所言，自然是了。陛下，您为了自己能多偷懒一会儿，连儿子的婚事都不管，您就是这样做父皇的吗？皇后，是朕错了，只是朕都已经答应了他不纳。帝王一开口便是金口玉言，不能更改，故而此事还是做爸爸。陛下答应了，臣妾可没答应。可那便这般，赏花宴上，臣妾让墨儿来瞧瞧，与那丫头聊上几句话。她若是喜欢，觉得聊得来，那便赐婚；不喜欢便罢了，咱们也不强迫。这般便也不算折了陛下的面子。陛下以为呢？那就按皇后的意思办。陛下，若是再有下一回，您就不要来臣妾的凤宁宫了，省得臣妾看到您就生气。腾，知道了。皇后快松手，这么多宫人都在呢，朕可是帝王。皇后先前在看什么？自是忙赏花宴的事。陛下今夜去淑妃那里，臣妾还有事要做。想依你，朕今日也正好想找他。当帝王转身离开了凤宁宫，坐在主位上看着册子的皇后却兀地抬了眼，攥紧了手中的册子，抓住了上头的纸。当年说好了的，谁都不会动心，谁都不会爱上对方，他们只是合作伙伴，只是家人，只是互相帮助，如此而已。可为什么这些年这心里越来越不好受了呢？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你在这里干什么？管家，您回来了。刚回来，我家中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可我经过后院，就看到你狗头狗脑的在这儿。你这是在做什么？这可是王妃的院子，你这么瞧不合适吧？您可千万别多想，我并无半分旁的意思。我只是想找王妃帮忙，但又不好意思去，所以在这里暗中观察，时而不时的露出头，希望王妃或者监家能够注意到我，出来问问，这样我就好顺势把自己的想法给说出来。找王妃帮忙？她能帮你做什么？本管家就是几天没回家，难道这个世界已经变天了吗？苏晨渊什么本事都没有，也不受王爷待见。那个女人除了能帮忙给人带来不幸之外，还能有什么用途？可惜我媳妇儿前几天找了王妃麻烦不说，话里话外的还说王妃只会让我的病情更严重，闹得我眼下这是进去求王妃不是，不求也不是。不过其实王妃自己也主动说了，我是可以找她的，要不我就厚颜无耻一回。还真的舒服些了？是不是你自己想多了，根本就没见得舒服？但你自己骗自己，因着从王妃的法子里头得到了一些内心的安慰？绝非如此。如果是我自己骗自己，我能骗自己一时半刻，还能骗自己好几千吗？我想起来了，管家您的腿也常常不舒服，要不你也让王妃瞧瞧，就是没用，你也不吃亏啊。这苏晨渊竟然算计王爷，卑鄙毒辣，简直该死！我就是疼死了，我这条腿断了，你从此再也不能走路，只能坐轮椅了。我也不会对他低头，更不会找他帮忙。你们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主子，您不知道，张房管家这几天只要等到雨婷的间隙，便来咱们院子门口探头探脑的。您说他是不是想暗害咱们？那应该不是，你拿去交给他，就说这些图纸上的动作，让他按照顺序每天做30组，就是34的意思。然后再辅助这些药，他的脖子应该会再缓解许多。如果他觉得有用，等银针打造好了，我再帮他针灸。是。能让我见见王妃吗？当然可以。多谢王妃。奴才进来就是想问问您，奴才应该如何报答王妃您的恩情？说起来，骗你借钱也算是对不住你，心中一直过意不去，便不必说报答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王先生，终于找到你了，出大事了，赶紧跟我去内院。出什么事了？找账房先生？难道是王府的财产出了问题，还是王府要出事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之前不是都好好的吗？是聂管家，他经过王府后院湖泊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犯了腿疾，
一时没站稳，摔到湖里去了。他不懂武功，又不通水性，那时路过的丫鬟也不会水，只能帮着呼救。他护卫赶到，把他救起来的时候，已经没气了。府医倒是过去了，但是瞧着是，所以让您去送一程。这几日连日下雨，管家这些年腿疾也是越来越严重，倒真的有可能是因为腿疾摔的。我赶紧去。我也去看看。王妃，虽然管家对您从前不尊敬，但是不管怎么说，死者为大。现在管家出了这档事，您还去看热闹，这不太好吧？我看起来像是来看热闹的吗？我是去看卡有救没？你若真的关心他，就赶紧带路。是，师父，你醒醒啊，师父！人已经死了，是真的没法子了。王妃，您怎么来了？王妃，你是来幸灾乐祸的是吗？我真没想到，你竟是这种人。你没想到就不要了，对你身心健康不利。王妃，你想干什么？难道你还想侮辱我师父的遗体，在上面唾一口不成？你是我见过最有想象力的病患家属。你先别说话，就让王妃看看。王妃医术高明，说不定能把聂管家给救回来。你在说什么疯话？你别管是不是疯话，你就听我的，老实在边上待着就是了。按压过胸口了吗？按压过了，不知道是已经窒息了，还是依旧呛着，反正什么都没有按压出来。王妃怎么会知晓溺水之后的人按压胸口会有用？银针借我。苏晨渊，你不要以为你是王妃，你就……接着你来，继续按压胸口，用力。醒了，真的醒了。王妃真的能救人？那刚刚刺客可是点名指姓的准备骂他来着，而且语气和声调都起得很高，态度也非常不好，这可咋整呢？我竟然是活过来了。哼，王妃，你是来看我死的有多惨的是吧？可惜让你失望了，我福大命大死不了，我这里不欢迎你，请王妃你现在就出去。现在一醒来就臭骂了自己的救命恩人，不知道一会儿聂管家知道了真相，还能不能面对自己？行吧，我这就走。王妃，你先别走，要不奴才先给你倒杯茶，您先品一品。喜欢喝什么茶？你在说什么呢？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你在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这个女人是如何成为咱们王府的女主人的吗？因为她，殿下至今还在被不明真相的人误以为是酒后轻薄他人的登徒子。你现在还问她喜欢喝什么茶？虽然，可是，师父，是王妃救了您的命啊！我知道是她救了我。等等，你说什么？谁救了我？难道不是府医救了我吗？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看见府医正在按压我的胸口啊！是王妃，我本来以为管家你已经死了，但是王妃一针就把你从鬼门关里救回来了。我不过就是按照王妃的吩咐，又帮着你按压了几下罢了。王妃一听说你出事了，就二话不说，赶紧过来救人了。不是你想的那般，以为你死了过来看热闹，过来高兴的。好意心领了，我不太喜欢喝茶，先走了。王妃，那个主要是因为先前我师父对您，所以奴才才这么认为的。无妨，你们现在知道我没有害人之心就是了。王妃，就算你救了我，可我这区一条贱命根本算不得什么。我不会因此就对从前说过你不好的事情道歉，因为你的确算计了我家王爷。他是个忠心护主的人，不会因为苏晨渊对自己有恩惠，从而就忘记对方对王爷做的好事。你不道歉没事，以后对我还是那个态度也无妨。想来你我也没有什么过节，你不过是忠心护主罢了。没办法，原主做的事儿确实不地道，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我也不是没有脾气的。如果以后见面你总是骂我羞辱我，我不保证我会不会反击，也不保证我会不会收拾你。还有就是以后你再生病了出事了，我就不一定会救你了。我不用你再救。行。王妃，等等。还有什么事？身体还是不舒服，还是嗓子有问题？没什么不舒服的，只是我这个人不喜欢欠人情，尤其是欠讨厌的人。
不管怎么说，王妃你今日救了我，我希望你现在就能提出一个要求，让我赶紧把人情还了，以后咱们两清。对了，王妃，您先前不是欠了府上500两银子，说日后会3倍还吗？要不就让聂管家帮您把这个缺给补上。虽说救命之恩不是1500两银子就能说清的，但也算是为王妃您解决了一个麻烦，您说是不是？说什么呢？1500两可不是小数目。据本王妃所知，嘉盛皇朝9品官员月俸都不过30两。本王妃让管家给我这么多钱，这不是有意为难吗？行了，我不是那种会敲诈穷人的无良大夫，敲诈钱这种事儿，我更愿意去找为富不仁的那伙人。当然了，有钱人多给点儿我也没意见。可管家你的银钱想必也并不多，你一定要两清，等身体好些了就去把我的院子打扫2天，不能有一片落叶就好，我就这点要求。办不到，扫个院子都办不到，这个人是当上管家了，有偶像包袱了吗？扫地是不会扫的，但是给你银子没问题。王妃，你可以说我聂某人的任何不好，但是你不能说我聂某人没有钱。苏晨渊的眼神还算是好，所以看得出来，他抓出来的银票最小的都是500两的面值。他委实是惊呆了，没想到一个管家会这么有钱。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我们殿下这么多年来战功赫赫，得了陛下不少赏赐，单单黄金10万两这样的数额都赏赐过不下5回，更别说是赐的封地，赏的田产和铺子。殿下对我们这些仆人也从来都是大方的很，所以本管家一直是京城所有管家中的首富。最重要的是，因为我老聂在殿下出宫立府的这6年，对殿下的照顾无微不至。殿下这6年来没有生过一场病，这是整个京城任何一个王府的管家都没有做到的事。陛下对本大管家十分满意，还特意为此赏赐了我3万两白银。王妃，你说我没钱，你侮辱谁呢？哼，1500两未免太少了点，这跟本管家的性命十分不搭，就1万两吧。还是王妃觉得不够，要再加钱啊？王妃你尽管说就是，反正我母亲素来节俭，不爱花钱，我夫人已经不在了，我也没有孩子，就王成这么一个徒弟，这小子自己也争气，攒下了不少银子，所以我也不需要留下多少银子使。王妃，你放心拿着吧，对于聂管家来说，1万两真的不是什么大数目。其实对我们府上每个有头有脸的仆人而言，1万两都是拿得出来的，并不为难。您若是不要，管家才是觉得您嫌弃他穷。所以说，这个王府上下到处都是有钱人，穷鬼只有我。一会儿跟你们家王爷说一声，我已经还钱了，我不欠他钱了。苏晨渊说完这话，眼泪都差点掉下来。前世今生，如此莫那500两，真的是他第1回欠债啊！欠债的感觉太难受了，他这辈子都不想再有了。殿下，咱们都在外头站了半天了，您还进去吗？好些了？好多了。殿下，那个救了奴才的人，居然正好是王妃，奴才觉得很对不住你。他作为殿下的忠仆，怎么能被殿下的仇人所救呢？能活着就好，你这腿不宜再多走动。本王以为，殿下不行，老奴知道您是为了老奴的身体好，但是老奴还能再为您尽忠30年、50年，老奴还要继续做这个管家，操持府中的所有事情。如果您让老奴不做了，老奴真的不知道下半辈子该做什么了。可你，殿下，您就别管了，奴才以后一定会注意，不会再出这等事的。罢了，此事日后再议。那就以后再说。殿下，您每日事情都很多，就不必再为老奴的事情操烦了，您去忙吧。对了，殿下，王妃已经将借了咱们王府的银子还了，确实是3倍还的。知道了。同时看了一眼账房先生，眼神似有些不悦，这才带着南城离开。殿下对我说的话，语气为何这样冷漠？
你们看见殿下的眼神了吗？难道我最近做错了什么事了？我看见了，殿下对仆人们素来宽和，你肯定是做了一件让殿下非常不满的事，他才会给你脸色看。你自己快好好想想，你这个老畜生，居然敢让殿下不快！等我明天气色好了，看我不打死你！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可怎么办呢？我总觉得殿下下一回再跟我提让我放下府上的事的时候，就是我真的做不成这个管家的时候了。你现在也看出来了，王妃的确是医术卓绝。先前府医说你已经死了，小厮是叫我来奔丧的，但是王妃把你给救回来了。你的腿疾，王妃怕是真的能治好，短的就看你能不能拉下面子了。你好好寻思寻思，是面子比较重要，还是你能继续做这个管家比较重要？我是真的以为你死了，王妃还是有不少能耐在身上的。想着刚刚拿出1万两就要跟王妃划清界限的自己，要是转头去找王妃给自己治腿，你们再让我想想。另外一边，苏晨渊已经非常的嚣张。其实他救完了聂管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也不需要研制药材，活该按时吃晚饭。但是为了表示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没有债务的自由人，谁也无法再强迫他做任何事，他硬生生的忍着饥饿对蒹葭说：“我要晚半个时辰再吃饭。”主子您至于吗？殿下逼着您吃饭的事，真的给您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心理阴影和这么强烈的反抗意识吗？您的肚子都叫了好几次了。王妃在用膳了吗？殿下说了，除了府医之外，殿下很是不喜欢有人在誉王府捣弄药材，说是王妃今日不准备按时吃饭，就让属下把您所有的药材丢出府去。北野实在是不明白，王爷为什么要对这个女人吃饭的事情关心到如此地步啊，还让自己跑过来又进行如此幼稚的威胁。但是在看见苏晨渊巨变的脸色之后，北野觉得自己破案了。殿下就是想给苏晨渊寻不痛快，就是想看见对方听完这些话之后气得扭曲的表情。对，就是这样。认为自己已经得知了真相的北野心情瞬间就好了起来，双手抱臂续着苏晨渊：“王妃，您看您是吃东西，还是让属下带人搜查一下您的房间？”“不必搜查了，我吃就是了。你家王爷有说了，他为什么不喜欢有人在他院子里头捣鼓药材吗？本王妃这点小爱好，又碍不着他什么事。”“没说。”“或者你去问问你家王爷，他有没有什么空置不用的院子，哪怕破败些也行，让本王妃住过去，或者本王妃自己出去买个院子自己住也可以。毕竟本王妃作为一个不被待见的弃妃，其实住在王府并不合适，应该被他打发出去才合理。你看呢？”“王妃请行用饭，属下这就把王妃您的话传达给王爷。”“王妃，王爷说了，您现在是他的王妃，不适合自己出去买院子住。至于王爷其他的院子，王爷也不喜欢有人在里头捣鼓药材。您就是搬到破败的院子里，该吃的饭也还是要吃。”“他有毒吧？”“还有，王爷还说了，他并没有您以为的不待见您。如果王妃不相信王爷的话，且对自己是弃妃的事情不满，以后可以搬到王爷的院子里住。”“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不用了，告诉你家王爷不用了，以后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怕他了，行吗？”他是真的服了那个狗男人，就是想让他不爽，也不必做到这个程度吧。住到他的院子里，他自己不恶心吗？“王妃，殿下让您去殿下的院子里头住，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以后你们就会有很多相处的机会，时间长了，日久生情，说不定殿下对您就……”“得了吧，别说了。我说了，我对他没有兴趣。而且你以为他是真的想让我去住吗？”那个狗男人早就料到了他不会去，他知道自己现在在他眼里的破绽已经多得跟筛子一样了，只是还不确定那个聪明的男人能猜到哪一步。“啊？不是真的吗？那……你呀，还是太天真了。”“王妃，您这个眼神，我怀疑您不是想说我天真，您是想说我愚蠢。”“殿下，当时王妃满脸的嫌弃，疯狂的挥手说怕了您了，属下瞧着都十分生气，她简直是不识抬举。
殿下，您知道高高在上、尊贵无比、俊美无双的自己被嫌弃，您居然还笑得出来？西晴先前说，蒹葭找了京城最好的铺子，给王妃打造一套精细的银针。是，西晴是查到过这个消息。去找公叔先生。您说的是姬姓公叔氏的传人，精通机关和兵器锻造的公叔庭先生。不错，他打造的银针必然比所有人都好。可请公叔庭出手并不容易啊。本王要是没记错，他的爱妻喜欢珍珠，他从3年前开始便在寻找最好的珍珠，为其爱妻打造一件首饰。而上好的珍珠，本王似乎正好有1颗。殿下，您是不是疯了？那个珍珠乃是东海的珍珠，而且是从霸王口中取出，几百年都难得有1颗，您竟然也舍得给？愣着做什么？是，属下这就遣人去联系公叔庭先生。公叔先生打造的东西都会在上头留下自己的标识，这是他的规矩。所以银针做好之后，便送到蒹葭给王妃找的那个铺子，让掌柜的交给蒹葭，并说是公叔先生一时寄养，不必告知王妃是本王的手笔。殿下，属下真的是完全看不懂您了。殿下，您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还要给王妃打造这么好的银针，甚至不惜赔上那颗珍珠？哼，他救了聂管家一命，就当是本王还他一个人情。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王妃，这是列王殿下让奴才转交给您的2件礼物。门房没说的是，列王殿下这会儿就在王府的门口等着自己回去禀报。王妃收到这个礼物之后的表情，知道这小子给我送的不会是啥好玩意儿。死老鼠！果然吧，小孩子就是小孩子，能想到的报复我的手段都是如此的幼稚。作为一个医生，他前世见到的小白鼠还少吗？跟眼下的老鼠无非就是灰鼠和白鼠的区别了。他面无表情地盖上了盖子，打开另外一个盒子，里头装着一张状若人皮面具的东西。他当场也懂了那小子的意思，他不要脸，所以他送给他一张脸，希望他以后做个有脸的人。列王殿下此刻就在咱们王府门口吧？是的。王妃是怎么猜到的？你去转达列王殿下，你说本王妃真是没有想到，他堂堂一名王爷送出的礼物竟然如此拿不出手。这老鼠就应该送活的，选一只白色的老鼠会更好，送一只死的灰鼠做什么？本王妃半点用场都派不上。王妃，您在说什么疯话？这只死老鼠都快把奴婢吓得当场去世，您还要一只活的？您还要挑颜色？您没事吧？还有这个玩意儿，做工这么烂，能用来干什么？这就罢了，2个装礼物的盒子也是破破烂烂，都不知道用个锦盒装点门面。你替本王妃问问，他们列王府是不是没钱了，所以送出的东西都这样不体面？说起来，本王妃手里还有8000多两银子，你告诉列王，列王府真要是穷得揭不开锅了，本王妃作为皇嫂，倒是可以给他5两，先买些大米度日。王妃您作为皇嫂可真是大方呀，有8000两就只给列王5两，都拿出去丢了吧。还有，劝劝列王，平常没事多读书，多动动脑子，他才能想出真正可以打击人的办法，而不是玩这些3岁孩童的幼稚手段。乔乔的兄长荣子墨每次拿捏自己都拿捏在命脉上，不是逼着自己还钱，就是威胁要丢了自己的药。他这个弟弟太年轻了，太幼稚了，这智商甚至都不像是亲兄弟。我不知道我把这些话传完了，列王殿下会不会气得进来把咱们王府都给烧了？如何？我那皇嫂是不是吓坏了，气急败坏的让你把这2样东西丢掉？列王殿下，王妃让奴才把这2样丢掉是没错，但是他不止没有被吓坏，也没有气急败坏，还劝您回去多读书。接着门房就一五一十的把苏晨渊说的所有的话一字不落的全部转达给了列王殿下。苏晨渊，这个该死的苏晨渊，本王，哼，他娘的，还想拿5两银子打发本王！王爷，冷静，咱们不能杀他，陛下会幽禁您的，会打死您的。你去告诉苏晨渊，让他给本王等着瞧。本王这就去宫中撺掇母后给3皇兄纳妃。你现在就去，本王在这里等着他出来求饶。
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哼，他知道怕了吧？是不是吓得腿都软了？现在走不出来了，所以好让几个奴才扶着他一起往外走，过来找本王致歉。呵呵，就算他跪在这儿痛哭流涕，本王也不会饶恕他的张狂。殿下，王妃说请便，您要去跟皇后说什么就说什么，她不在乎。王妃还说了，要是您嫌走进宫里太慢，她可以给您雇个轿子，雇个马车。他真是这么说的？真的是这么说的，如假包换，奴才一个字不，半个字都没有更改。殿下，您说玉王妃是不是被您的死老鼠给吓傻了？哼，她就是在赌本王不会这么做。哼，她料错了，本王这就去。那殿下要给您准备马车和轿子吗？你说什么？殿下恕罪，奴才刚才是被王妃带歪了，满脑子都是轿子马车的，奴才没有故意冒犯您的意思。若不是看在你是我那被本王断绝了关系的皇兄府上的人，本王现在就要你好看。多谢殿下原谅。你告诉苏晨渊，不必他花钱雇车，本王自己骑马来的，本王这就飞马进宫给他添堵。对了，王妃还说可以给列王殿下雇轿子，送他进宫求皇后给您纳妃。听说王妃不喜欢吃蔬菜，是的，厨房的人说每次送给王妃送去的饭菜，肉类她基本都吃了，但蔬菜很少动筷子，都没吃几口。那王妃今晚的膳食全部用蔬菜，毕竟挑食可不是什么好事，对她的身体不好。可那也不至于全部都是蔬菜吧，好歹给个肉。就说是本王的意思。是。也挺好，苏晨渊没肉吃，今晚肯定心情不好。只要苏晨渊心情不好，他们和府上下护卫们的心情就集体好了。母后，母后，你先听儿臣说。哎，你小心点儿，不要踩到本宫的草。退后2步，等本宫弄完。对花草就这么爱惜，对儿臣就这么嫌弃。儿臣总是怀疑，儿臣和花草到底谁才是您亲生的？你是捡的，有什么事你说吧。别把你手拿走，你回回扶着我，总要找我求点什么，别扶了，本宫不配。外人欺儿臣也就算了，母后你也这样对儿臣，您不如让父皇打死儿臣算了，省得您瞧着碍眼。回回你闹事的时候，本宫也不是没想过，主要是你们若真的是父子相残，怕史书乱写。娘娘，您就别逗列王殿下了，再说2句，怕是真的要生气了。真的生气了，就同上回一样，3个月不同本宫说话，也挺好的。那3个月没有听到他来本宫这儿说他惹事了，需要本宫收拾烂摊子，本宫真是清闲了许多，就像是少生了一个累赘一般。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说吧，找本宫是为了什么？方才你说外人气你，本宫倒是想知晓，还有谁能气着你？还不是苏晨渊那个贱人。说起苏晨渊，皇后的脸色也微微一沉。荣子墨作为她最出色的儿子，从小到大没有半分污点，是所有的人心中最完美的皇子，也是他的骄傲。但是苏晨渊上次陷害他的行为，却让后宫一些碎嘴的妃子常常悄悄议论，说子墨不过如此，逃不过酒后失德的男人本性，想来表面是个谦谦君子，私下里便龌龊得很。这一切都是苏晨渊造成的，他岂会不怒呢？他怎么了？你倒说说。荣子燕很快地把苏晨渊气自己的那些话全部都说给了自己母后听。您赶紧给3皇兄纳侧妃，儿臣觉得1个不够，至少要2个才行，然后再送一些美人到3皇兄的府上，天天给苏晨渊添堵。他让你精进自己，多读书，多动脑子。是啊，怎么了，母后？您这是什么眼神？您该不会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吧？难道没道理？本宫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让你多读书，你记住了吗？没有。这回倒是苏晨渊气你，你把他的话记得清清楚楚。那母后，你的意思是，你还要感谢他了？若不是他算计你皇兄在先，令本宫憎恶，本宫岂只要感谢他，本宫还要赏赐他，以表本宫对他替本宫教育不成器孩子的欢喜。娘娘好了，您给列王殿下留些面子吧，殿下快气坏了。行了，你要说的事，本宫都知晓了。
你三皇兄是不是要纳妾，他自己说了算，本宫决定不了。母后，您前几日不是说您要帮三皇兄决断一次吗？要怪就怪你那不争气的父皇。儿臣不管，反正您得给儿臣报仇。你回去吧，本宫自会斟酌。是，儿臣相信母后会给儿臣出气的。儿臣告退。这小子这副德行，也不知道像谁。赏花宴的名单加上苏沉渊的。先前您不是说了，以后所有的宫宴都不要玉王妃参与吗？再说了，您还打算在宴会上让玉王殿下见见杨小姐。若是玉王妃来了，说不定还会捣乱，节外生枝。本宫要亲自瞧瞧，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从前本宫看着苏沉渊，可不像是个伶牙俐齿的，却能把燕儿气成这般。莫非是本宫看错他了不成？至于捣乱，他敢？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王妃，宫里传来消息过来，10日后是皇后娘娘的赏花宴，娘娘让您跟玉王殿下一起参加，届时您记得穿些庄重些的衣服。知道了。难不成还当真是猎王小可爱进宫去找皇后告状了，对方才要见见自己？王妃惨了，皇后娘娘之前根本不想看见你，这次却特意叫你，她不是给猎王殿下出气吧？多半是。您怀疑是？你也不忧心吗？我忧心他就不给猎王出气了。好像也是。对于有概率发生的坏事，左右已经无法改变，不如放下他去想别的事。一直为此纠结，害怕生气，这其实是一种内耗，会导致往往坏事还没有把你怎么样，你自己先把自己逼疯了。而且万一事情并没有想的那么坏呢？何苦难题还没来，就先自己折磨自己？诸多焦虑症就是这样引起的。你们这些人啊，就是如此不注重健康。其实心理健康跟生理健康一样重要。这是什么意思啊？清炒大白菜，清炒小白菜，清炒竹叶菜，清炒卷心菜，白灼菜心，还有一道更厉害，珍珠翡翠白玉汤。就是白菜帮子加上菠菜叶、馊豆腐和锅巴米粒儿，传说是朱元璋喜欢吃的。嘉盛皇朝也有这道菜。是殿下的意思。殿下说王妃挑食不是什么好事儿。蒹葭，要不咱们出去吃？主子，奴婢觉得殿下让您吃这个您就吃吧，不然一会儿北野说不定又来了，要把您的药材丢出去。王妃，您方才不是还说对于不能改变的事情就先放着，不要想了，终归还是要吃的，要不您就别气了。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什么话？劝别人的时候一套一套，劝自己只想找根绳子往自己脖上一套。没听说过。你现在听说了。好的。苏沉渊的心情非常不好，以至于一直到晚上脸都是黑的。对于长期吃肉的人来说，吃蔬菜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消化非常快，所以夜间饿得也快。这不，约莫此时他就觉得饿了，活生生的饿醒了。他感觉自己在梦中都能闻到烤肉的香，太饿了，非常想去把容子墨捶一顿。然而就在这会儿，真的有一阵烤肉的飘香从窗外那边传了过来，接着就看见自己的院子里头，玉王殿下正做着烤肉。是的，他没看错，是容子墨亲自在烤。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殿下这是什么意思？故意让自己吃蔬菜饿着，然后夜晚过来弄烧烤，就是想把自己给熏醒，好折磨自己。太恶毒了。皇妃醒了。殿下何必明知故问？他都走到这儿来了，不是醒了，难道是灵魂出窍，魂儿飘来了吗？王妃，本王以为如果你想吃旁人的东西，态度和语气还是软和些好，你觉得呢？你等等，你说啥？本王以为自己方才已经说清楚了。殿下的意思是要分给我一只鸭腿吗？鸭翅膀也行。妾身其实不是很挑，但妾身不太喜欢吃鸭爪，有些太麻烦了，肉还少，所以……王妃想吃也不是不行，但是王妃要回答本王3个问题。
那要看殿下想知道什么，本王妃再考虑回不回答。第一个问题，你真的是苏沉渊？这个可以回答。现在我是苏沉渊，是苏将军的独女，身上流着的是苏家的血，以后也不会有第二个名字。殿下不会在我身上发现人皮面具，更不会在其他地方看见第二个苏沉渊。已经回答一个了，是不是至少给我一个鸭翅膀？他其实也不是特别爱吃的人，主要是现在真的饿。他烤的看起来又真的好吃。誉王殿下嘴角带扬，倒递给了他一个烤鸭腿儿。苏沉渊还愣了一下，但立刻接过，开始啃了起来。好家伙，荣子墨的厨艺太赞了，确实好吃啊！王妃可有任何的不轨之心？没有，我只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认真研究药材，顺便成为人人颂扬的名医。如果可以的话，就在医学上给后人们留点有用的东西。还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第三个问题，王妃觉得本王可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很难回答？倒也不是很难。哦，那愿闻其详。从客观的角度，我的意思是，从正常人的想法来看，殿下不管是从容貌、身材、气度、出身、财力、个人能力，甚至是厨艺，都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可以说得上是完美，而且为人比较宽和，算得上是如意郎君的人选。正常人的想法，本王想知晓的不是正常人的想法，而是王妃的想法。我可以说实话？自然。我觉得王爷你大部分时候都挺好的，但有时候有点烦，特别是今天晚上让我吃那么多青菜的时候。算了，看在你请我吃烤鸭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虽然这烤鸭是我通过回答问题换来的。本王知道了。殿下，3个问题我都回答完了，那剩下的烤肉还是我的吗？不过他只说了可以给我吃，没说过是全部。王妃不觉得本王也应该吃点吗？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对不起。其实本王不饿，但王妃已经吃了不少，再吃夜间肯定会腹部不适，本王只好勉为其难。啥玩意儿？不饿还要勉为其难的吃了？再给我一个鸭翅膀怎么了？我就是喜欢腹部不适，我高兴不行吗？王妃现在是不是又开始觉得本王烦了？你倒是很有自知之明。本王很好奇，听王妃常常劝旁人注意身心健康，怎么轮到王妃自己却如此不在意自己的身体？那是因为我有什么不舒服的，自己开点药吃了就好。再说了，作为一个医生大夫，我当然希望大家都注意身体，生命第一。作为我自己个人，我觉得快乐和自由最重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吃，这样的生活才舒心呀。原来如此。既然你知道了，你以后就少管我，你快烦死我了。我瞧着你还没咬到另外一个鸡翅堡那里，要不你撕下来给我先。结果没等他开口，誉王殿下当着他的面把他眼巴巴望着的那个鸭翅膀撕下来咬了一口。当着他的面吃完之后，他眉眼含笑，看着脸色难看的他，温声道：那本王相信王妃以后会觉得本王越来越烦，本王会时不时的特意与王妃所谓的舒心作对。你这意思是你以后还非得要管我呗？那殿下您在这里慢慢用，妾身先回自己的房间了。王妃吃完了东西率先离席，是否有些无礼啊？殿下，其实妾身说您的烦，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您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片好意，包括今晚吃了那么多蔬菜，我觉得肠胃也轻松许多。不管殿下是出于什么缘由才有此等好意，都不能否认这对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只是我觉得殿下应该把自己的好意用在懂得明辨的人身上，放在那些会心中欢喜、会感激殿下的人身上，而不是放在妾身这种不知好歹的人身上。应该让我自生自灭，反正殿下也不待见我。殿下您说是不是？王妃说的有道理，可本王只想管束王妃。为什么？不为什么。总之本王就是喜欢管不识好歹之人。
王妃可以当做是本王近日的新喜好。他好想骂人。算了，这是古代，这是王府，封建社会没有啥人权。为了避免以后这个人天天让自己吃蔬菜，他先忍一忍，现在羽翼未丰。殿下，既然您已经吃完了，那妾身是不是可以回去睡觉了？不邀请本王一起睡吗？我邀请殿下就会去吗？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看自己再逗他，就真的要气坏了。誉王殿下闷笑了一声，没有再继续刺激他。明日仆人问起，便说是王妃自己烤过肉。没人知晓殿下来这儿了。本王将他们调到西院了。可这是殿下的王府，你想在哪里烤肉就在哪里烤，何必要瞒着众人？王妃照做就是。他当然不会说他是不想让南城和北野知道了，一直追着他问为什么要给苏晨烟烤肉，就算真的想问他点什么，也不必亲自烤，买点肉就是了。他哪知道为什么，就是大晚上鬼使神差罢了。哦，那好吧。不过我说鸭子是从哪儿来的呢？誉王殿下意味深长。王妃随便编，反正是王妃的强项。王爷多虑了，妾身是一个诚恳的人，从不随便编，那都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编的。荣子墨好笑地盯了他一会儿，这才转身离开，身形一闪，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让苏晨烟见到了传说中的清宫。他看得啧啧称奇，差点都忘记了他刚刚噎自己的那些话，在心里赞了一句：牛逼。王妃，院子里头的东西都是怎么回事？本王妃昨天晚上饿了，烤了点东西吃。你是不是想问鸭子是哪里来的？说起来巧了，本王妃正饿，她不知道从哪儿跑来，一头撞死在本王妃的窗前。本王妃不把她烤了，都觉得对不起她的奉献精神，所以就在院子里大展厨艺了。王妃，你是把奴婢当傻子吗？鸭子自己过来撞死，这种鬼话也说得出来？哦，你的意思说你不是傻子？我当然不是。既然你不是傻子，你就应该知道本王妃说什么就是什么，何时轮到你过问了？王爷一日不休妻，本王妃一日就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你以为你在质问谁？你还真的当自己是主子了不成？你信不信，你若在这府中失足掉下湖泊淹死了，王爷也不会过问你的死活。你想做什么？我只是在想，如果你突然暴毙了，会不会有人查到本王妃身上呢？上次你被仙人惩罚，应该也没有查出病因吧？我告诉你，我可是府上的大丫头，是一等丫头。要是我真的死了，殿下很快就会查到，我们有过节。我胆子这么小，还敢来威胁我？行了，我不管你是几等的丫头，我只要你记住一件事，最好别存害本王妃之心，不要想着暗中对我下毒手，不然本王妃怕自己的尸体还没有沉入湖泊，你就跟昨夜那只鸭子一样，连肉都没了，只剩下几根骨头散了一地，甚至还没有人能看出骨头是你的，无人为你伸张正义。听明白了吗？要是没听明白，本王妃可以给你重复一遍。好像谁不会死亡威胁一样。哼，王爷休妻是早晚的事儿，我看你到时候还能不能这样嚣张。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到底是怎么回事？王妃说了吗？秋文灵机一动，到那丫头的耳边耳语了几句。那丫头听完，一脸的惊悚。秋文嘴角一勾，冷笑：苏晨渊，我看你还不死。他现在是不敢对苏晨渊动手了，但是他就不能想些别的手段吗？那势必听完人也傻了，不敢置信的瞪大眼。王妃她当真敢这么做？还是别说了，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就大了。说完他就摆摆手，示意对方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不必再聊了。势必一脸恍惚的离开。秋文看着他的背影，很是满意。何府上下最碎嘴的就是这个势必，自己把事情告诉对方，很快整个府上的所有人都会知晓，王爷自然也很快就会听说。近来闽国公府有没有传消息过来？四公子如何了？没传，但是奴婢怕您挂心，
所以特意回去打探过，说四公子身子骨已经好转了，过几日还要去宫中参加赏花宴呢。九丫头好些了吗？也好些了，御医给的伤药都很好，这几日想必都没用药了。主子，二夫人对您这么差，您还关心她女儿干什么？那一日您帮着把九姑娘救下来，奴婢就觉得不解。你真不解吗？好吧，九姑娘是有些可怜，摊上二夫人这样的母亲。那日奴婢将九姑娘交给二夫人的时候，二夫人那个模样一看就是有问题的。可是您都救了她了，以后就不必关心九姑娘了吧？等她长大了，左右还是站在二夫人这边，难道还站在您这边吗？这可说不准。如果对方是真的被毒哑了，那二婶肯定是料定了这丫头这辈子也不会说话。即使如此，兴许做很多事情说很多话都不会瞒着对方。那丫头已经2岁了，算不得绝对的知识，但也许能记下点什么。只是二婶有没有想过，等九丫头会写字了之后，她又准备怎么办呢？想个法子再让孩子胳膊断了，字也不能写，无法出卖她吗？随便您吧，您不怕自己救了一条蛇就行。应该不会吧？2岁的孩子现在还不知事，只要有人好好教养，长大了之后未必会歪。主子您怎么了？您老实跟我说，您昨天晚上跟谁一起吃烤肉了？现在府上不少仆人都在偷偷议论，说您找了一个奸夫，不知道这些话都是怎么传开的。那个秋文干的好事儿。殿下，出大事了！真是没想到，你们成婚就这么短短的一段时间，苏晨渊他就红杏出墙了。点个订阅吧。昨天晚上还背着您跟奸夫在院子里吃烤肉，奸夫还带了一只鸭子。属下已经让西行去查了，要是让属下知道这个野男人是谁，属下一定要将他五马分尸，千刀万剐，碎尸万段。殿下，您放心，属下们一定会让这个杀千刀的野男人不得好死。那个野男人可能是本王呢。殿下，您说什么？昨天晚上跟王妃一起吃烤鸭的人是您啊？您有意见？属下不敢，而且最关键的是，似乎已经不是我不敢意见，而是我刚刚似乎说了不少找死的话。这话是如何传出来的？以他这2日对苏晨渊的了解，那个女人很怕麻烦，所以他应该不会给他自己找麻烦才对。府上的人都这么传，一炷香，本王要知晓话是从谁口中传出来的，而且暂且不要说此事同本王有关，这样的话罪魁祸首更容易露出把柄。是，殿下，南城只是护主心切，他说的鬼男人什么的鬼话，您不要往心里去啊。不过您昨天晚上怎么会去王妃的院？玉王殿下瞥了他一眼，温润的眸子里头已经带了寒气。北野当场噤声，不敢继续问了。殿下，这事是秋文告诉奴婢的，他同奴婢说亲眼看见王妃红着脸跟蒹葭说不要声张那位公子的事，奴婢这才……你就是真听到了这样的话，不是应该来禀报文管家，或者直接上报给王爷？你到处传什么？亏的是府上众人知晓分寸，不会对外说，不然这事情要是传出去了，我们裕王府岂不是成了整个京城的笑柄？奴婢知错了，但此事是真的，不是奴婢编造的。秋文对奴婢说的话，奴婢一个字也没有更改，奴婢所言句句属实，奴婢也相信秋文不会污蔑王妃。秋文，你快说句话呀！殿下，确实是奴婢进去问王妃那些烤肉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亲眼看见王妃对蒹葭说的。奴婢怕王妃看见奴婢之后把奴婢灭口了，都没敢露面。奴婢知道此事兹事体大，只告知了秋叶一人，并嘱咐他不要声张。不知道他为何说的整个府上都知晓了。只要自己咬死了这个证词，殿下一定不会轻饶苏晨渊。毕竟哪个男人能够容忍这种半夜跟其他男人在自己的府上吃烤肉的妻子呢？哦，你还能亲眼看见这些？你要不要找个大夫瞧瞧你的眼睛？苏晨渊，你还有脸来？
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们家王爷，结果呢？王爷不过是几个月没有同你圆房，你就给王爷戴绿帽子。秋文绝对不是无事生非的人，说，那个奸夫到底是谁？这个奸夫的身份，王爷也知道，而且王爷早就默许了我跟这名奸夫的关系。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这是王爷跟本王妃夫妻之间的事，聂管家你就不要过问了。你真是胡言乱语，厚颜无耻！王爷怎么会默许你跟奸夫有什么关系？王爷，你怎么不说话呀？你这么生气做什么？你家主子都不在意，昨天晚上奸夫还亲手给本王妃烤肉了。不瞒你说，奸夫还分了一点肉给你家殿下吃。你家殿下虽然一点都不饿，但还是坚持吃了下去，吃得很香。哦，这就是在报复我没有把剩下的一只鸭翅膀和鸭肉给他吗？不对，他应该还有目的的。什么？王妃，你是不是疯了？你在外头找野男人就罢了，你还这样侮辱我们家王爷？我们家王爷怎么可能吃奸夫亲手烤的东西？简直荒谬！你怎么知道没吃？你看见了？我虽然没看见，但是我亲耳听到了。我还听到你说你昨夜私下与那位公子亲密了许久，若不是担心手工杀没了，你早就与那位公子苟且了。哼，就这智商还想害人呢？你确定你真的听见我这么说了？对，我就是听见你这么说了。你可真能编，你为何不说？我还说那位公子姓什么呢？你说了，他姓杨。你在胡言乱语什么？王妃根本就没有同我说过这些话。王爷，你觉得这案子还需要继续审下去吗？殿下，奴婢所言千真万确。王妃的手工杀虽然还在，但是她早已是不洁之人。够了！苏晨烟完蛋了，王爷生气了。编造谣言，诋毁王妃，聂氏初犯，将秋文杖打40大板，发卖出府。怎么回事这是？殿下，奴婢冤枉啊！殿下，奴婢真的没有编造，奴婢也没有诋毁王妃，奴婢。殿下，这是怎么回事啊？秋文也算是奴才亲自选进府的丫头，她不是那种胡言乱语的人。奴才以为昨夜是真的有一个杨姓的管家，昨夜去了王妃院子里的人是王爷。殿下，奴婢真的不知道昨夜去的人是你呢。奴婢知道了，是王妃讨厌奴婢，不喜欢奴婢，所以要陷害奴婢。他就是故意对蒹葭说那样的话，让奴婢听到，再让奴婢传开，好要了奴婢的命。殿下，奴婢真是被王妃陷害了。想来是王妃觉得奴婢对她不够尊重，所以想要了奴婢的命。你知道的，王妃最是擅长陷害别人的。这府上不尊敬我的人那么多，我为什么谁都不陷害，独独陷害你？而且是拿本王妃自己的名誉陷害你。你可知此事一个不慎，要的是本王妃自己的命。正是因为如此，王妃这样做才更能取信于人，更能害奴婢，不是吗？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这贱人，还敢攀咬我！是，本王妃就是想杀你。今天早上你来质问我那些烤肉骨头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就想弄死你了。我还忍不住威胁了你，说要用毒把你给毒得连骨头都不剩下。大家看见尸骨也不知道是你的。早知你眼下会如此，我何必只是威胁？我应该真的杀了你才是。殿下您听，王妃是真的想杀我，她确实是对我说了要把我毒成枯骨的话。殿下，所以眼下这一切都是王妃对奴婢的陷害，您要相信奴婢啊！你竟然还如此恶毒，你真是……这样啊？可是本王妃进门之前可是听见你说你偷听到了本王妃和蒹葭的话之后，担心被灭口，都没有露面。既然没有露面，怎么还被本王妃给威胁了呢？你这说话前言不搭后语，逻辑也没考虑好，就想害人？是啊，这丫头之前不是说没敢露面吗？把人毒成枯骨。殿下这么看着妾身做什么？是这个丫头自己先威胁说妾身死在湖泊也不会有人追究，妾身也不过就是说两句狠话回击罢了。王爷，奴婢没有没有什么？
是没有陷害本王妃，还是没有对本王妃进行死亡威胁？你是不是发现你需要解释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从何处开始解释好？是的，你说对了。秋文，不止谣言构陷王妃，还出言妄图谋害王妃，杖毙。至于秋叶，乱传谣言，重打40大板，以儆效尤。若再有下回，一并杖毙。多谢殿下，多谢殿下！殿下饶命啊！殿下，老奴觉得，管家，你先前说秋文是你招进来的丫头。殿下，是老奴识人不清，教导奴才们无妨，令他们构陷主子，也败坏殿下的声誉，还请殿下恕罪，好好反省。本王不希望还有下一次。啊，奴才知道了。来人，把秋文带下去杖杀，叫府上的奴才都来看看，让他们知晓败坏王府名誉的下场。那个，本王妃觉得倒也不必真的杖杀，其实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他要沈敏敏等人的性命，那是因为原主真的被那伙人害死了。但是秋文说到底就是造造谣，嘴贱了一下。虽然放在古代是死罪，但是作为现代人，苏沉渊觉得也不至于此。王妃，对敌人仁慈，往往只会反噬自身。这个道理妾身当然明白，所以妾身没准备仁慈。妾身觉得杖杀就算了，不如在王爷原判的40杖和发脉之外，再添上重打60耳光。打脸的时候最好是找手劲大的打，反正他犯的错是在嘴上，不打脸妾身觉得说不过去。这就是你给我求的情？点个订阅吧。至于聂管家方才说要让府上众人来观刑，令众人知晓分寸，本王妃以为不如找个画师，把秋文被打后的脸和狼狈的模样画下来，再把它发卖了，然后把画像贴在王府的后院示众10天半个月，让仆人们知晓做了坏事不仅会被处置，还会出现在墙头，就像是人都死了还被挂着鞭尸，这样震慑效果说不定会更好呢。还是您有想法，几十棍子打得要死不活，会对家丁们也很有震慑力。60耳光，脸肯定肿得跟猪头一样，想必对爱惜容貌的侍婢们也很有震慑力。妙啊！殿下，还是杖毙吧，还是杖毙吧，奴婢觉得杖毙挺好的。怎么就不能体会本王妃想救你的一片心意呢？毕竟俗话说得好，好死不如赖活着呀。王妃，您这个心意多少有些可怕了。没办法，本王妃就是这样亦正亦邪。殿下，您说这是按照王妃的说法办呢，还是按照秋文自己的心意直接打死算了？杖毙就杖毙好了，勒死奴婢也行。按王妃的意思处置。是。也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这么恨我。这个奴婢知晓。你先说说看。秋文是咱们府上姿色最好的几个丫头之一，上一回王婆子生辰，咱们晚上喝了点小酒之后，她就悄悄跟我说自己早晚会被王爷收房，做个通房丫头。荣子莫无语，以他对苏沉渊的了解，那个女人又要开始嫌弃他了。果然，他就看见自己的王妃不仅皱起眉梢，而且仿佛戴上了痛苦面具，当场就扭曲着面容，闭上眼，长叹了一口气。唉，玉王殿下觉得这一声叹息十分绵长而凄婉，似乎诉尽了苏沉渊的心酸与不满，还有对他自己命运的悲叹。王爷，既然事情已经处理完了，妾身也先回去了。本王有一件事情要问你。王爷请说。你不信本王啊？刚才秋文说是你构陷他的时候，你没有等本王决断，而是直接出言，激秋文露出了破绽。哦，是有这么回事儿。所以你是不相信本王会有明断是非的能力，还是不相信本王会信你？啊，说真的，王爷不提，妾身都没往这边想。妾身只是习惯自己处理问题，习惯把能掌控的东西掌控在自己手中，实在没办法处理的，那就再论。而很显然，对付秋文是妾身能力之内的，所以就要自己料理了。本王听闻郊外风景甚好，
王妃可有踏青的想法？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踏青有什么好玩的？妾身最近忙得很。殿下，其实妾身知晓您挺不想看见妾身的，咱们就不用谦让了。之前您就跟妾身说，没有您的传唤，让妾身不要来你的院子。今日妾身主动过来，这也是有人污蔑，情非得已。如非必要，妾身也不会再来您跟前碍眼。您要是没别的想问的，妾身就先回去看书了。那好，本王就不打扰王妃了。妾身告退。对了，王妃，又怎么了？方才你喝的茶水是本王喝过的。殿下，这是个误会，妾身并不知晓那杯茶是您的。在本王手边的茶，你不知晓是本王的。我先前王妃说觊觎本王的美色，本王还将信将疑，眼下看来竟是真的。王妃现已变着花样想同本王亲近了，怎么当这是接吻吗？我没有，别瞎说。如果可以，他真想花重金回到三炷香之前，把自己的嘴给缝上，不要瞎鸡驳喝。哪怕需要付出他身上的8500两银子，重新一贫如洗也在所不惜。既不是便罢了，王妃自便吧。殿下，那杯茶水您真的喝过？哦，这么一想，本王似乎确实没来得及喝。这个男人是真的狗。这么聪明吗？短短一会儿就能猜到我并没有喝。我这个王妃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瞧着王妃说的那些话，难不成那些烤肉还是王爷亲自烤的？哎，你有没有问王爷为何如此做？我是不敢问了，我骂了半天的野男人，现在觉得自己的脖子还凉飕飕的。没敢，我一问，王爷的脸色就冷了，想必是不想多聊。难怪昨天晚上把我们调到西院，还说自有深意。深意就是深更半夜偷偷摸过去跟王妃吃烤肉。没想到王爷竟然是这样的男人。别说这个了，你们没有察觉吗？王爷知道秋文竟然威胁过要把王妃推到湖里淹死，当场就准备要了秋文的命。我现在觉得我们以后跟苏成渊说话是不是注意点，还是谨言慎行，谨言慎行。本王今日风仪不及往常。没有啊。殿下何故有此一问？那本王最近是瞧着性子无趣了。殿下，属下觉得也没有，您到底为什么这么想？那王妃为何拒绝同本王一起踏青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罢了，你们不是女子，自然也不明白他的想法。可是我们现在同为男子，我们也不明白您的想法呀。殿下，您很想同王妃去踏青吗？倒也没有，随口一提罢了。殿下，属下以为这是王妃又开始使用欲擒故纵的手段，她心里定是非常想去，但是表面上故意拒绝，就是为了让您像现在这样觉得她忽远而忽近，若即若离。算了，不说了。管家，不论你用何种方式，务必令府上的众人知晓，不可与秋文一般有任何非分之想。是。殿下，厉王府的王颖求见。让他进来。是。誉王殿下，这是我家王爷让奴才来送给您的礼物。礼物？紫燕不是说了，没有本王这样的兄长，已经同本王断绝关系了吗？殿下，我家王爷是什么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您就不要打趣奴才了。是什么？这是杨姑娘。对，就是杨姑娘，当年也曾随着杨将军去过边关，到现在还是不少将士们的爱慕的女子。殿下说您肯定有印象的。的确，杨将军的爱女，本王有过数面之缘，性子洒脱烂漫，胸无城府，与紫燕倒也合适。不，这不是烈王殿下想听的话。你告诉紫燕，选杨姑娘做烈王妃，本王同意。杨将军家世清白，对父皇忠心耿耿，杨夫人的母家也是如此，
只是杨将军4品的官职低了些，他的女儿做紫嫣的正妃，父皇不一定认可。但紫嫣若是真心喜欢，本王可以为她求父皇赐婚，给杨将军赐个爵位，抬高门楣也未尝不可。殿下，我们家王爷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这个意思。那他一个男子，私下收藏女儿家的画像做什么？还送到本王这个兄长面前一起观赏？他近日又开始没有分寸了。那属下先告退了。不过殿下对杨姑娘应该没有想法，您不要误解。殿下，您明明知道烈王殿下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本王在叫他闭嘴。哇，还是您狠啊！王妃，您怎么了？是王爷欺负您了吗？说欺负嘛，谈不上；说没欺负嘛，他一口气噎着不上不下。他甚至怀疑自己跟柔子墨是不是五行犯冲。来到古代之后，其他人都没让他吃过亏，他对任何人都跟对付半个傻子一样轻松。但是这个狗男人却总是能精准的捉弄到他。点个订阅吧。王妃，你找我有什么事吗？近日京城的贵妇们都在说你不好，你自己去打听一下，别等过几日在赏花宴上被奚落了，还怪我没有提醒你。啊？别人怎么说你我都管不着，只是你在外头的声誉事关我王府的颜面，你搞清楚啊，我这绝不是在关心你。去打听打听。是，爷爷明日早上会在国公府吗？肯定在。国公爷年纪大了，陛下已经免了他朝会几年了。四公子受伤以来，国公爷一直都没有出府，每日一早就去陪着四公子。那爷爷每日起床早吗？国公爷年纪大了，有些睡不得，所以天一亮他就起了。他也免了小辈们去问安的事儿。时间长了后，府上其他人起的还没他早。啊，对了，先前二婶扣下我的嫁妆，我为此在家中闹过吗？您当时满心都是嫁给誉王殿下的欢喜，对这个事儿根本就不在意。很好，我们明天回一趟国公府，也就这样。王妃，本王妃只是来瞧瞧四弟弟，不必去叫家中长辈们起床了。要是把二婶给提前叫起来了，这出好戏就不好看了。是。院子里头有10桌10凳，本王妃就在外头等着，同蒹葭闲聊几句。你先退下吧。苏晨烟拿起一块桃花酥吃了2口，眼角的余光就看见了不远处过来的闵国公。他假装呛到，轻咳了一声。蒹葭立刻被提醒到：王妃，您说二夫人这是怎么个意思？竟然跑到贵妇们的圈子里头，说您在家中不敬长辈，还说三姑娘不过是羡慕你跟王爷间谍情深，您就误会了，醋意大发打了三姑娘一顿。奴婢听着真是生气的很。当时您为什么打三姑娘，大家都是明明白白的，她却这样说。你确定吗？二婶在外头这样编排我？确定，随便出去打听一下就能知晓。二婶怎么会？我本以为她对我的不满最多不过是扣下我的嫁妆罢了。当时我想着嫁妆不带走，也当是孝敬爷爷了。毕竟父亲不在了，也没有为我留下一个兄弟，我这一嫁，大房就没有人在爷爷身边尽孝了。故而当初也没有为此事闹，更没找王爷为我出头。可二婶怎么还不依不饶，还在外头说这种话？王妃，您不如出去辟谣吧，把真相说出来。咱们不能让二夫人在外面这般颠倒黑白，败坏您的声誉啊！不行，这事儿不能出去辩白。本王妃若是说出真相，外头的人会如何看待我们闽国公府？坏了三妹妹一个人的名誉事小，害了整个国公府事大。二婶大抵也是料到我不敢说出真相辩白，才会如此。我当真不明白她是怎么想的。她在外头说我不好，旁人也会因此看低我们苏家的女眷，也看轻苏家，让爷爷面上无光啊。二婶怎么连这般道理都不懂？可是王妃，咱们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奴婢觉得不能就这么便宜二夫人。就是不能说出真相，你也可以学二夫人一般，编造一些谣言回敬她，不能让她这样欺辱您呢。点个订阅吧。好了，我知晓你是为我好，以后这话不要再说了。二婶在外头编造我再去编造她，人家会怎么看呢？
会说我们苏家后宅一团乱，女眷们互相攀咬陷害，闽国公府会被整个京城笑话的。与爷爷关系不睦的官员，说不定也会为此奚落爷爷。左右我在京城的名声一直都不好，也不差这一项，就忍了吧。听说爷爷每天都会来看四弟弟，一会儿爷爷来了，你千万不要在爷爷面前提起此事。爷爷年纪大了，我怕他被气到坏了身体。好吧，那就依您的意思。只是二夫人都这么对您了，一会儿您就不要去看望九小姐了吧。这不行，若是互相僵持，这个家不是散了吗？二婶越是对我有偏见，我越是要示好，这样苏家才能和睦，才能让爷爷少一些烦心事。况且若一直跟二婶这么闹下去，王爷听了外头那些话，还以为是本王妃的娘家故意造谣他妻子，影响王爷的声誉。王爷再不喜欢我，我也还顶着他王妃的头衔呢。到时候苏家岂不是还得罪了裕王府？两家若是闹翻了，又会让外头的人得利。你二婶当真说过这些话？啊，爷爷，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我且问你，你二婶是不是真的说了这些？是，爷爷，您不要误会，孙女跟蒹葭都是瞎说的。对，我们全是瞎聊，二婶什么也没说。您千万不要生气，千万不要动怒，身子骨要紧。出去打听一下，二夫人是不是在外头说过这些鬼话？是。爷爷，您好了，你不要说了，等消息就是了。国公爷，二夫人确实说过那些话，外头不少人都在议论王妃呢，说她恶毒就罢了，还嫉妒成性，连自己的堂妹都不放过。真是好啊，真是好。爷爷，你先坐下，先喝杯茶，有什么事情慢慢说，顺气。我万没想到你竟是这样孝顺识大体。我从前都是眼拙了，竟只因为你不是个男子，就待你远不如你的堂兄弟们好。爷爷，您说这是什么话？孙女觉得您待孙女一直挺好的。瞧瞧，我对这孩子这样差，他却只念着我的好，这何府上下除了老三家的苏月，还有谁能比？你是王妃，你也坐下。左右也没个外人，哪有什么王妃不王妃的？孙女在爷爷面前永远只是个小辈。让你坐，你就坐着。是。去，把乐师给本国公叫来，叫他动作快一点。是。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给本国公跪下。父亲，您这是怎么了？一大早的，是谁让您动了这么大的气？你还有脸问？是你在外头造谣，说陈渊不敬长辈，嫉妒成性。父亲，是王妃特意回来找您告状的吗？你还想攀咬陈渊？我问陈渊你是否说过这些话，陈渊还在为你遮掩，还是我遣人出去打听了，才知晓着您那些个贵妇们今日都在说些什么。陈渊一个孩子都知晓考虑我们苏家的名声，考虑我的颜面，考虑我的身体。你这个做长辈的，却在外头办了这些糊涂事，你太令我失望了。父亲，儿媳只是只是什么？只是嘴贱。父亲，儿媳知道错了，您别打了。其实儿媳不是这么说的，都是外头的人误会了。您知道的，这流言都是一传就传遍了样，儿媳其实也很冤枉啊。流人被人传遍了，即便当真如此，可若不是你开了这个头，给了人家蛛丝马迹，又岂会空穴来风，传出去这些不好听的？你还躲？你再躲一个给本国公瞧瞧。父亲，儿媳再也不敢了。都什么时辰了？每日本国公都起床了，你夫君也去上朝了，你还卧在床上高卧不起。你们岳家到底是个什么家教？真是让本国公长了见识啊！不是您自个儿说早上不用给您请安，所以我才多睡了一会儿吗？父亲别打了，您看在儿媳给府上添了几个男丁的份上，就饶了儿媳吧。要不是因着如此，你以为你现在只是挨打这么简单？本国公现在就把你赶出府去，
不能容你这个祸害误了我国公府的门楣。儿媳真的错了。爷爷，您真的别打了。虽然二婶确实是没把您的面子，没把苏家的面子放在心上，也不将誉王府看在眼里，不考虑二叔和堂弟们的前程，但是您几个孙子都是二婶生的，都说母子连心，您这样责打二婶，要是堂弟们见了，以后都不孝顺您了，这可怎么办？你真的是在给我求情？你一边强调我干的坏事，一边说这种话，本国公还怕了他不成吗？要是二房的孩子们真的因为他们这个不成器的母亲胆敢对本国公不孝，本国公就把他们通通赶出府去。母亲，你就给儿媳留几分颜面吧。儿媳再也不敢出去胡言乱语了，儿媳也不敢告我不起了。儿媳一定早早的起床，再也不出任何针对王妃之言。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爷爷，我相信二婶说的都是真的。最近四弟弟受了重伤，九妹妹的身体也没有养好，三妹妹那天受罚了，也不知道后头如何了。您还是不要把二婶也打出个好歹，若是那般，这家中都是伤患了。这话成功的提醒了敏国公，家里3个孩子身上都有伤，越是身为长家的人，竟然半点不关心家里，还有闲工夫出去瞎编。岳氏，你最近是太闲了是吧？当操心的事情你不操心，不当说的屁话你在外头一句又是一句。父亲，这当真是个误会，儿媳以后再犯说话肯定注意些，再也不会让人捕风捉影，误会我们苏家了。你要是不会说话，就吃点哑药。国公有个哑巴儿媳也比你强。上次你说海棠说疯话，还不如九丫头会说话，这回又说我不如吃点哑药。现在你是希望我们二房全是哑巴吗？爷爷，王妃，你不要再说话了，你不用为我求情了，我求你了。二婶，你为何这样说？难道你不相信我为你求情是真心的吗？他自己不是个东西，他当然觉得旁人的求情也不是真心的。爷爷，您先别打了，爷爷，您看在孙儿的面上，看在母亲这么多年在家中尽心尽力的份上，您饶了母亲吧，再打就真的打死了。是啊，爷爷，您就饶了二婶吧。孙女都说了，堂弟们跟二婶的感情是真的很好。这个小贱人，这又是在提醒国公爷，要是接着打我，儿子们都会不孝顺国公爷的事儿了。我就是要打，打死他又如何？你要为了你母亲跟我对着干吗？我为什么没太懂？爷爷，您别这么说，堂弟是不会跟您对着干的，他最多也就是为了二婶跪在这里对你以死相逼罢了。你为什么预判了我想做什么？他敢！他若真的是敢，那就是白白辜负了本国公的栽培。本国公这倒没有过这个孙子。所以我现在要是开始用跪死来威胁你，我就彻底没有机会当国公府的继承人了，完全在您跟前失心了是吗？高哥，母亲做错了事儿，国公爷处置母亲也是应当的，此事你就不要管了，再过2个月就要科举了，一会儿就好好读书。可是母亲，可是什么？你知道你母亲做了什么吗？就过来求情，如此不分是非，轻重不明。国公对你的教导真是为了狗呢！你去祠堂跪着把家训抄写20遍。怎么了？国公都经已经使唤不用你了，你跪在这里一动不动，是要给你母亲守孝吗？好哥，这你爷爷呢？快走！吓死我了！我还担心弟弟一直不走，让爷爷更生气呢。还是二婶说话管用，二婶让弟弟听爷爷的，弟弟就去祠堂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你又在害我！是不是你教训孩子们不必孝顺我，只听你的话就行了？没有啊，父亲，这真的是没边儿的事儿。没边儿？那本国公说话，二哥怎么不听？你一说他就乖乖走了。我若不是怜悯孩子们，
怕他们成了没娘的孩子，我今日定要教你好看。国公爷，还是赶紧让府医给夫人瞧瞧吧。二婶，我来给您瞧瞧，这胳膊的事情可不能大意，若是断了就不好了。不必你看了，还是让府医看吧。唉，二婶不信我就算了，还是找府医吧。小人之训，夺君子之腹。陈渊今日每句话都是在为你求情，你倒好，还不信任他，疼死都活该。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吧，您开心就好。为什么不管多少岁的男人，都这么难辨认这些表里表气的小贱人？你在外头说的那些流言，3日之内自己出去给本国公解释清楚。若3日之后，本国公还听到有这等话在外头流传，你就回你娘家去住几年，本国公全当没有你这个儿媳。知道了，父亲，儿媳知道了，儿媳定然会出去好好分辨，不叫王妃含冤受辱。对了，陈渊的嫁妆你清点一份，早点给他。爷爷，不必了，那些嫁妆孙女想留下来孝敬您的，裕王府其实也不缺什么。爷爷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但裕王府家大业大，你时常还要进宫，没点银子打点怎么行？再说了，那些东西原本就是你父亲和你母亲为你存下的，也何该给你带走才是。父亲，既然王妃都说想留下孝敬您，您何必辜负她的一片孝心呢？你给本国公闭嘴！本国公跟王妃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吗？让你做什么你照做就是了。你当本国公不知晓你心里那些小九九吗？可是……好了，让你带走就带走，爷爷也不缺这些银两，你的心意爷爷明白就行了。那好吧，那就有劳二婶了。啊，对了，二婶，您受了这么严重的伤，这段时间还能涨价吗？本王妃记得爷爷上次说过，二叔房中有几个机灵的贵妾，二婶你可要他们帮你分担一二，不然我怕您太累了，影响了伤情。不必了，我虽是受伤了，但是伤的是胳膊，不是脑袋，不会影响我涨价的。你那些嫁妆我会尽快清点好，叫你知晓。二婶还是有能力办事的。嫁妆的事情倒是不着急，我主要还是担心二婶。不必担心。好了，你跟父亲聊吧，我先回院子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滚吧。是。九丫头不知道伤势如何了，一会儿我去瞧瞧，二婶没意见吧？他能有什么意见？难道有人关心他的女儿，他还不识好歹，不准你去吗？以后你在个府上，想去谁的院子就去谁的院子，不必这样谨小慎微。是，孙女知晓了。王妃想来，当然是随时了。二婶岂会不欢迎您呢？想要嫁妆是吗？没那么容易。大姐姐，你回来了。回来瞧瞧你和九妹。你不用担心，我的伤势好多了，都可以下地了。只是御医说，还是多静养为好。听御医的。我决定等我好了就开始习武，这样就能有些自保能力了。大姐姐，你说呢？当然可以了，只是不要操之过急。你不是说你过2个月也要考科举吗？先以科举为重。弟弟这么小就考科举吗？这孩子才14岁吧？咱们嘉诚皇朝考科举是不限年龄的，只看才华的。夫子说我很有天赋，说不定能考进殿试。唉，这孩子什么都好，若不是性子。那很好，说不定你14岁就能入朝为官了。大姐姐，他们都说你在裕王府过得不好，等我考上科举，有了出息了，自己立了府，裕王殿下若还是不喜欢你的话，你可以同他和离，回娘家住，我给你存嫁妆，找新姐夫。这孩子真好，不是亲兄弟，却比亲兄弟还亲。你在说什么胡话？哪有希望你姐姐和姐夫和离的？你年纪轻轻就想出去立府了，你父亲都没有想过要跟闽国公府分家。你别想这么多了，爷爷方才还说让二婶把嫁妆给我呢。你先好好考科举，不必给自己压力，
你出息了，大姐姐就高兴了。爷爷，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这就好。你好好休息，先把身体养好，过几日还得去宫里参加赏花宴呢，也在陛下跟前留下一个好印象，有助于你殿试。好，爷爷，那我先去看看九妹妹。你去吧。大姐姐抱。王妃，我们家小姐不喜欢人抱，就是夫人来抱，小姐也常常是躲开的。看来这个孩子在家里是真的过得很不好，想必上次我救了他，当时他还有些意识，所以知道我是可以信任的人。他当即把孩子抱起来了，假装把玩孩子的小手一样，摸了几下孩子的脉门，果然如自己所料，是毒。这个毒恰如其名，叫墨阵，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液体，应该是在3个月大的时候被喂下的。孩子太小了，指望一次把毒解开是不可能的，至少要吃4次解药才会开口说话。那吃不吃？他的解药便做成了零嘴的样子，就是为了防范二房。王妃这九姑娘很是信任苏晨渊，没等那丫头说话，就直接抓着零嘴往自己嘴里送。怎么了？本王妃给九妹妹吃点东西，你也要管？你上反了不成？奴婢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就出去。是。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九丫头，你相不相信大姐姐和你四哥哥？到之后我让四哥哥嘱咐你的话，你要听，记住了吗？那大姐姐先走了，以后再来看你。九姑娘，您别耽误王妃的事儿了。王妃小孩子不懂事，舍不得您，您不用管，您先走吧。刚刚你大姐姐拨你头发的时候，可跟你说了什么？罢了，你一个哑巴，知道什么？主子，咱们今日演戏真是大获全胜。是南剑爷爷的手，说是我自己，不管在外头说二是什么，旁人只会觉得这是坐实了我确实不敬长辈。对了，国公爷说了把嫁妆给您，咱们是不是很快就会有钱啊？没那么简单，现在只是开了个头，越是不会让我们这么轻易如愿。那别急啊，我又不会让他好过，钝刀子杀人才疼呢。苏月可是要给他存嫁妆的弟弟，岳氏敢害他，就是死，苏晨渊也不会让岳氏死得舒坦轻易，更别说那个女人还惯会找自己麻烦，说话嘲讽自己。主子，奴婢怎么觉得你是不是很邪恶？是。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其实对二夫人那样的人，邪恶一些，反而是伸张正义呢。您瞧着九姑娘，从前跟您面都没见过几回，见着您就跟看见救命稻草似的。殿下，陈阁老家的公子遣人给咱们家王妃送了一身华服过来，说是怕王妃参加赏花宴没有合适的衣裳穿。那来送东西的仆人神情慌慌张张的，想来是瞒着陈阁老来的。陈赫之想做什么？他这是几个意思？他一个男子给王妃送华服，这像什么话？先前也没听说王妃跟陈赫之有什么交集啊。前日沈明明的案子，王妃正巧遇到了陈赫之，是他帮着抓的人。不过那小子最近不是在家里被关着禁闭吗？哼，有意思，关着禁闭都要偷摸让仆人帮着买了华服送过来，这是何等的坚持啊，又是何等的坚决。陈赫之这么做就不怕传闲话吗？不怕殿下您不高兴吗？想必是他觉得王爷根本就不喜欢王妃，所以并不会为此不高兴。品味低俗，不堪入目。有吗？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那殿下，这身华服要如何处理呢？要不烧掉吧？对，烧掉最好。此事不得声张，东西退回去。是，奴才明白的。奴才早就让知晓此事的人都把嘴巴闭严实了。只是这东西退哪？那小厮把东西留下就赶紧跑了，想必也是怕陈家的人发现了。陈赫之又在禁闭，哼，自然是退到陈阁老手中。这要是退给了陈阁老，陈赫之怕是要脱掉一层皮啊！果然，狠还是殿下狠。属下去退。王妃知晓此事吗？
应该是不知晓。王妃一大早就出门了，回了闽国公府。也不必告知他了。是，你是疯了是吗？你是不是疯了？你这跟跑到誉王殿下面前，告诉他你在惦记人家的妻子有什么区别？反正苏姑娘早晚是要改嫁的，我惦记苏姑娘，誉王殿下早晚也是要知道的。那我提前告知一下怎么了？誉王才奇怪呢，明明不喜欢苏姑娘，那我送苏姑娘东西关他什么事？他还把东西退回来就算了，为什么还偏偏要交给你？他简直莫名其妙。你是不是傻？誉王殿下就是再不喜欢誉王妃，她也是誉王殿下名义上的女人。你这么做不是打誉王的脸吗？这也算打脸吗？那只能说他太敏感了。要不还是再把她送回乡下吧。别送我回去，我再也不随便给苏姑娘送东西了。我以后含蓄点，努力把我的爱慕都藏起来，这总行了吧？你说的是真的？我发誓。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王妃回府了吗？回了，像是起早了，回来之后便在补眠。王妃嫁入王府以来，可曾买过华服？好像没有。赏花宴将近，定做华服已是来不及了，让千巧阁的人将最好的成衣全部送来，给本王挑选。殿下，为什么说着王妃的事儿，却忽然要提到选您的华服？您的皇后娘娘不是早就准备好了送来了吗？本王是说挑选王妃的。为什么要给王妃挑选？就算担心王妃的华服不是实性的，丢了咱们誉王府的脸，所以您要给王妃买，那也是让她自己挑吧，您又何必费这心思呢？本王想让陈鹤之亲眼瞧瞧本王选的衣服，而后知晓她的品味有多差。虽然同为男人，但是老奴不是很懂您在这方面的胜负欲啊。殿下，我们千巧阁最好的衣服虽然并非是定制，但件件都是孤品，独一无二，绝对不会与旁人穿的一样。送去给王妃，让她试试是否合身。是，这么快就试好了？王妃根本没有试，她隔着门说交给监家就行了，属下说让她试试看，说要是不合身也好赶紧处理，结果她就很不耐烦，说都合身不用试了，让您和属下没事不要打扰她睡觉。知道了。起床气竟然这么大吗？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不是说誉王妃在誉王府毫无地位，誉王殿下非常讨厌她吗？我怎么瞧着誉王殿下对她挺好的，倒是她对誉王殿下不太客气的样子。最绝的是，誉王殿下好心好意的为她选了衣服，她反而发了脾气，誉王殿下竟还没有生气。所以传言难道是假的吗？难道誉王妃其实很受宠？所谓的誉王妃用卑鄙无耻的手段嫁给誉王殿下，也是捕风捉影？谁知道呢？于是就在今天，与从前的流言版本截然不同的第二个版本，在京城悄悄地流传了起来，说其实誉王妃是誉王殿下的真爱，反而誉王妃不太待见誉王殿下。到了晚间，这个流言传入了誉王殿下的耳朵。这些人胆子真是大，皇家的事情也敢胡言乱语，奴才这就是收拾他们。罢了，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小事，殿下您说了算。主子，您要不要顺便试试这些衣服？这可都是誉王殿下的一片心意呢。行吗？那就试试。主子，殿下买的衣服真的太漂亮了，您这个裙摆上的雪莲真是栩栩如生。还有这一身，裙如和披帛的颜色相差如此大，竟然不显得突兀，反而看着十分高雅。还有这件紫色的，真是好贵气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好了，别说了，他们都很好看，我都知道了。奴婢真是羡慕您有这样的好夫君。你不要因为几件衣服就忘了我现在跟荣子墨是个什么情况啊？他好端端的给我买衣服做什么？是不是因为过几天的赏花宴？王成那天不是让您准备衣服吗？您一直都没提，奴婢把这事儿都忘了。这有什么好提的？我从前也是进宫过的，
也不可能是光着身子去的，肯定有些旧的华服，随便拿出来穿穿就算了，又不是经常入宫，何必花这种冤枉钱？王妃，这就不对了。高门的贵妇们参与宫宴时穿的衣服，都是只在宫中穿一次的，首饰也只在宫中佩戴一次，没有几个会在宫里用从前用过的。夫人们都在以此彰显各家府上的财力。如果您穿着旧衣服入宫，是会被笑话的，说不定誉王府都会被议论呢。人家喜欢攀比，关我何事？我为何要随他们起舞？看着这些衣服很好看的份上，我就当帮王爷一把，穿新衣服去参加宫宴好了。谁叫他虚荣好面子呢？殿下，那东西您不给王妃了吗？罢了，不急，过段时间再说。金家方才说，女眷参与宫宴，不止衣服不能用重复的，首饰也不能。谁知道那些女人天天在弄什么？但是蒹葭说的信誓旦旦，应该是真的吧？到底是出身国公府，有些东西肯定是知晓的。既然如此，去找京城时下最好的首饰给王妃。殿下，这又是为什么？因为本王是个虚荣好面子的男人，怕被人议论誉王府没钱。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王妃您看，这只步摇上的仙鹤，仙鹤上的翅膀还有七彩的光。你们应该称得上是京城数一数二的首饰店吧？这是自然，莫说整个京城了，就是全天下也没有任何一家比得过我们。王妃您的丫头说的七彩的光，是我们家的独门技艺，无人能仿。殿下有没有说王妃可以挑选几件？没说。那应该就是只能挑选一件了。胡说八道什么？我们家殿下是这么小家子气的人吗？殿下没有说的意思就是随便挑，都留下也行，就选一件首饰，你们是要打谁的脸？替我谢谢王爷，这王爷有什么事，本王妃可以效劳的，定不推辞。王妃，如果不是真心道谢，就不必说了。谁让我们家殿下好面子呢？啊，聂管家，我二婶的事情多谢提点，若不是你，我去赏花宴上，本王妃真要被人见死心落。我都说了，不是为了你，是为了王府的面子。你既然这么说，那问题你应该已经处理好了吧？处理好了。哎，听说聂管家有腿疾，这种顽疾大多需要银针治疗，等本王妃的银针打造好了，倒愿意看看能否帮聂管家一二，也算是答谢聂管家提点此事之情。再说吧，怎么了？老奴从前可不知道王妃是这么一个有恩必报之人呀。您说她到底是怎么想的？还是只是故意对您和奴才表现她自己啊？看人道不旁，往好处想。奴才委实是不明白，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往好处想王妃那个卑鄙无耻的女人呢？殿下，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出何事了？有事情慢慢说，半点都不稳重，像什么样子？小的知错了，只是外头的工部尚书看着实在太慌张了，所以让工部尚书进来。是。殿下，下官是来求您救救下官的。大人言重了，有什么事直说无妨。殿下，你可还记得赵恒参与了京郊的修桥事宜，下官一直千防万防，没让他在银子的事情动手脚。他不知道是否积怨在心，故意在工地上出馊主意捣乱。在场地负责公事的工部侍郎李大人又是个胆小怕事的，见他是越王殿下的小舅子，只好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最后非得按照他的想法摆放刚送到工地的砖瓦，最后那堆东西倒了，砸伤了20多个工人。亏的那些砖只是摆放在地上，而不是砌到桥上，不然还不知道要出多大的乱子。那些工人的伤势是否严重？工人们的伤势倒是不严重，可是那赵恒竟好死不死，当时也在砖瓦下头指挥，他也被砸伤了，伤得还不轻，吐了好多血。宁国公府不肯为工人们的伤势负责，宁国公还给下官放了话，说自己的幼子若是出了什么好歹，一定要让下官吃不了兜着走。赵恒的事，大人不必担心。宁国公府和大皇子若是刻意刁难，本王会助大人一臂之力。只是那些受伤的工人，务必好好安置。殿下放心，工人的事情下官已经打点好了，这些银子下官还是有的。他们都是休养一段时间便会痊愈，也没人缺胳膊少腿的，就是赵恒自己伤得重一些。本王知道了。那此事就仰仗殿下了。亏的是工人没有出什么大碍，
不然这个赵恒真是死了也活该。盯着赵恒，生死都告与本王知晓。是。发生什么好事了？你如此喜形于色。奴婢打听到，二夫人昨日给各府的夫人们发了请柬，不少人都去了闽国公府赴会。二夫人胳膊的伤不是还没好吗？于是众人就瞧着缠着绷带吊在脖子上的她，同众人解释说，先前说您不敬长辈只是个误会，还说三姑娘的脸受伤其实也不是您动手的，是她自己不小心摔的，也是她弄错了。好家伙，现在贵夫人们都没议论您的事儿了，倒是开始议论二夫人这是怎么了，胳膊是怎么伤的，为什么伤成了这样还要出来辟谣。现在关于二夫人的流言呐，那是一条一条的，传的最多的就是二夫人被二老爷给打了，所以不少人都在为此耻笑她。倒是的确是个好消息。我要的银针需要打磨这么多天吗？怎么到今日还没弄好？啊？这他们说弄好了就会送来誉王府给奴婢，至今也没个消息。要不等明日奴婢去那个铺子问问看。好。王妃，你看什么？你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少年，我只是欣赏你家殿下罢了，难道只是看看也能把他的清白看没了吗？你会不会太草木皆兵了？再说了，男人打扮了自己出来，不就是为了让女人看吗？你在胡说什么？我们家殿下平日里上朝也是这么穿的，怎么就算是打扮自己了？殿下一直都是如此好吗？我懂，你就是想强调你家殿下一树梨花压海棠，不必打扮也一样英俊嘛。就像是很多天生丽质的姑娘喜欢强调我今日出门为施粉黛一般。所以王妃，你今日出门脸上涂抹胭脂了吗？没有啊。原来王妃是想强调这个呀，本王明白了。我操！的确天生丽质。妈的，有毒吧？本王不是在夸你吗？有这么生气啊？殿下确定那是夸我吗？好像也实在是在揶揄。王爷，有没有人说过你表里不一，简直就是白切黑？白切黑是什么意思啊？王爷看似温润如玉，是世上顶好说话的人，但实则深谙人性，很是知晓如何气人，如何拿捏人的软处。什么誉王殿下温和有礼，切身看是腹黑诡诈才对。王妃说这种话，不怕本王动怒？还真的不担心。生气倒是不会，只是王妃既然已经看出了本王的真面目，那本王日后面对王妃，是不是不必遮掩自己了？不，其实妾身方才都是瞎说的。王爷似清风明月，岂不是妾身说的那种小人呢？王爷还是保持自己的风度，莫要与妾身斤斤计较。王妃，你是不是有求于本王？我操，你这么聪明，你真的不会有媳妇的？担心母后为难你，想寻求本王的庇护？不是，妾身是知晓王爷见多识广，在京城想必也有不少耳目，所以殿下是否知晓有什么其他人治不好的病人，让妾身能出去发挥所长？尤其这其中是否有为富不仁但又罪不至死的，可以让妾身好好敲诈一笔，发笔横财。就这么想发横财？这是自然了，研制药物是很烧钱的，妾身必须给自己赚点经费啊。我的意思是买药材的钱。至于殿下账房的银子，殿下就别说了。纵然殿下只会拿钱威胁妾身按时吃饭，但说起来咱们早晚是要合理的。无缘无故的花你的钱算怎么回事？到时候分开还牵扯不清。王妃，若是本王现在给你一纸和离书，你是不是会欢天喜地立即接下，赶紧跳下马车收拾行李离开王府？妾身之前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想想，如果妾身不是这个誉王妃了，平康侯府会找妾身麻烦，烈王殿下辱骂妾身的时候也会更加肆无忌惮，还有很多别的人也会来烦妾身。妾身这个人挺怕麻烦，最关键的是，说不定妾身还要被全京城的人嘲笑是个弃妇，以至于名声不好，影响病患对妾身医术的信任。所以妾身觉得自己可以先在誉王妃的位置上稳一波，等妾身的神医之名传出去了再和离不迟。殿下，要不你也忍忍？若是本王没有准备和王妃和离，
要做一辈子夫妻呢？王爷，这对您可一点都不好，跟一个不喜欢的人过一辈子，您这不是自己坑自己吗？哼，王妃说的也是。那先前本王妃问的是？没有，本王并未听说有什么病人。哦，其实也有一个。若说了，王妃准备如何报答本王？分账，一人一半。他脑袋里头现在是不是只有银子？你该不会想扒二吧？你扒我二，这也太过分了！就算你作为我的经纪人不，我的介绍人，也不应该收取这么多费用啊！本王对你的银子不感兴趣。那既然不感兴趣，那我还能怎么报答？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就当王妃欠本王一次，本王何时想到要什么了，再找王妃讨，如何？没问题，只要不是什么伤天害理，或者让妾身倾家荡产的合理要求，妾身都会答应的。王妃觉得本王会有什么伤天害理的要求？这谁知道呢？其实妾身刚刚只是开个玩笑，再次对殿下展现妾身的活泼。妾身当然知道您不是那种人。是吗？嗨，殿下，要不我们接着说正事儿。宁国公的幼子赵恒近日闹出了点事，宁国公因赵恒的伤不愿意赔钱给工人，但这点医药费工部愿意承担。赵恒虽是愚蠢，但鉴于没有工人丧命，且无人因此残疾，问题也只是出在摆放于工地的砖堆上，并未出现在桥上，所以他倒也算是罪不至死。这几日在大皇兄的安排下，不少御医进出宁国公府救人，但赵恒至今未醒，用上好的药吊着命。宁国公的性子不是很好，为人也素来不讲道理，他更是大皇兄的岳丈。大皇兄与本王素来不和，王妃若是没有把握，便不要淌浑水，否则最后若是救人不成，说不定反被恨上，被认为是有意加害。宁国公府肯定很有强了，赵恒这也算活该。但这事儿关工部什么事儿？为何要工部的人承担？殿下，我若是能救赵恒，是不是能让他们把钱拨给工部，并好好赔偿那些工人？而且除了医药费之外，还要赔偿误工费，以及工人们因为承受了伤痛的精神损失费。殿下在想什么？本王只是在想，自己从未听说过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那殿下现在听说了，工人受伤了，只赔偿药费是不行的，许多人都靠自己干活的工钱养家糊口呢，受伤了肯定有一段时间不能干活，这个损失和家里开销怎么办呢？更别说人家好端端的，凭什么要遭受伤的罪？当然要赔偿精神损失费。王妃说的是，本王受教了。明日朝会之后，本王会同内阁商议，是否应当把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写入法典之中。本王从前竟不知王妃是这般为百姓着想之人。